按照市里的价钱赔你一文。方嫂子，我2个月前跟你借了针线，后头又借了一把剪刀，剪刀倒是还在，但已经被我用旧了。我现在还你3文钱可好？周应怀一直听着外头的声音，除了父亲说的这些，隐约还能听见别人的2声称赞。屋里，他抿紧的唇线悄悄扬起。王氏目瞪口呆，他只是见不得父亲好，算着人家也拿不出多少钱来，没想到父亲还真的把钱都还给大家了。这来来去去的，少说也得30多文钱了。大伙儿领了父亲的钱，且看他态度诚恳，是真心认错，倒也没有真的计较。没想到今天看了热闹，还拿了钱，不亏不亏。王氏见人走得差不多了，自己也要走。少宇突然跑出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我没有去你家叫嚣炫耀，是虎子看见我有冰糖葫芦，自己上来抢的。他抢不到，还说我爹娘坏话，我才追到你家门口让他给我道歉的。现在我娘也还了你家的钱，你得给我道歉。你还把我妹妹推摔了，你也得给我妹妹道歉。王氏脸一黑，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哎，可不兴再打人了啊！再说了，你跟2个孩子计较什么呀？本就是你不问是非黑白的打人，你跟2个孩子道个歉就好了。声音一出，其他人都应和起来。王氏不服气，正准备对骂，又见父亲站在门口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手边就是那把粪瓢。王氏脸色难看起来。人是你打的，你道歉。娘，明明是你，你还敢顶嘴？对不起。等人都散了，父亲才领着2个孩子回了家，看着手心里的这4个铜板，又愁地叹了一声气，侧眸，还拿着干什么？都脏了，扔了吧。少宇舍不得，依旧紧紧地捏在手心里。我的糖葫芦被虎子丢掉了。少宇跑去水缸边，想要冲掉糖葫芦上的灰尘，可冲了2回，灰尘是一点没少。别哭，我这个给你。脏了还怎么吃？不吃了。 2个孩子身子一抖，娘果然生气了。父亲直接去了灶房，2个孩子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。听见主屋里有动静，少宇跑进去。爹，你要小姐吗？周应怀把他喊到跟前，问了今日的原委。少宇满是愧疚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带着妹妹出门炫耀糖葫芦，就不会闹出这些事情来。周应怀清楚，少宇不是炫耀挑事儿的性子，他会这么做，也是这段时间被村里人欺负轻看的多了。我一会儿再去抓小鱼，明早再去山里看看，等明天卖了银子，再给妹妹买糖葫芦。他眼眸暗淡的看着自己那2条腿，默默地握紧了双拳。少宇年纪虽小，但心思却极为敏感。我们今天去镇上买了好多东西，娘还买了2匹布料，该是要给你做新衣服了。周应怀低垂着眉眼，兴致并不大。父亲连针脚都打不好，更不用说做衣服了。再说了，半年多的时间来，家里的新衣都是他的，什么时候轮到过别人了？少宇，出来！听父亲喊自己，少宇赶紧跑出去。玉丫头正在院子里看小鸡仔，听见声音也跟着跑了过去。你总往山里跑，知道哪里有梨吗？少宇想起一处地方，就在陷阱不远处，确实有2棵梨树。有的，我现在就去找。父亲把他喊住，看了眼玉丫头，说：带着玉丫头去，看见有其他的小果子就摘一些回来，酸一些也没事儿。玉丫头，门口响起陈婆婆的声音：这真是你娘买的？
娘现在可厉害了。傅青正好从灶房里出来，见了陈婆子，忙打了声招呼。陈婆子念着他给自己送药送饭，对他的态度稍稍缓和了一些。我来送碗筷的已经洗过了，你们要是嫌弃，可以再洗一遍。傅青忙接过手。大娘说到哪里话？他盯着陈婆子的脚踝，惊讶道：大娘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？好了好了。陈婆子把膏药还给他。这是好药，你可得好好放着，别早败光了。傅青也不客气，把药膏收好，这可是用50功德换的呢。我找周应怀有事，你忙你自己的吧。成。陈大娘，陈大娘，你找我有事儿？你现在还想吃酸的？玉丫头今天没有吃上糖葫芦，我准备在家里给他们做2个。你有糖吗？我家有。玉丫头走，跟我回去拿。啊，好甜，好香。哎，你别弄了，拿来给我。那你当心些，就像我刚才这样，你们也一起做。看什么？你也跟着一起做，村里孩子多，一会儿做好了挨个分一串。玉儿，不能发出这种声音啊，可没礼貌的。他才3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不需要这么苛刻。怎么样怎么样？哥哥吃。这山果子最酸了，你应该会喜欢。好吃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胎动而已。你过来。周应怀声音好似有种蛊惑。不是说好了少折腾娘亲吗？乖乖听话啊，等你出来，爹教你耍拳脚。傅青错愕又脸红，肚子里这个还真就不闹了。等等，周应怀那句不是说好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们什么时候说好了？他疑惑看去，正好撞进周应怀那双黑眸，心口猛地一滞，像个逃兵似的，赶紧收拾了东西，快速离开。少宇带着玉丫头出了门，路上瞧见其他孩子就直接给了，没出门的也都挨家敲了门，给人家送到手上。直到手里只剩最后一串，玉丫头问：只剩下虎子了，咱们要给他吗？少宇想了想，其他人都有，就他没有，到时候他娘知道，恐怕又要闹起来。玉丫头想起王氏的凶狠就害怕，可见少宇只站在那里不动。哥，你怎么不走？你也害怕吗？嘘，等等。两人等了一会儿，瞧见有几个大人正朝着这边过来，少宇才领着玉丫头走到了王氏家门前。虎子挨了周少宇的揍，又挨了他娘的揍，这会儿憋着一肚子气，见周少宇站在门外，气得立马冲出来。给你。见周少宇站在门外，气得立马冲出来。给你。虎子还没看清楚，就已经把糖葫芦打掉在地上。谁稀罕你的东西？恶心人的玩意儿！你跟你那个后娘就是贱坯子，见不得别人家好。玉丫头吓得扁嘴要哭，却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挥拳揍。她不说话，虎子以为她怂了，又给自己送糖葫芦，以为周少宇是想示好，于是更加得意，使劲推了他一把。虎子，你怎么又打人？你家在村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是你娘教你这么说的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说话的正是村委的老张头。少宇刚给他家孙子送了糖葫芦，他自然偏向少宇。别怕，有我们在，看谁还敢再吵。不行啊，我们就去镇上找李征大人，让他给说理。王氏正在院子里跟张老头吵，听见这话，顿时像被泼了凉水，不敢说话了。等张老头几人离开，王氏立马关上大门，抄起旁边的柴火，抽得虎子是嚎啕大哭起来。听着哭声，玉丫头满是兴奋。哥，别说话，快走。
回了家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娘做的，让我端来给婆婆尝尝。陈婆子都已经做了饭了，但闻见香味，还是忍不住嘴馋起来。想起那一罐子糖，陈婆子问：让你们给全村孩子分糖葫芦吃，是你爹的主意，还是你娘的？陈婆子倒是有些意外。是娘说的。她这性子真不一样了。娘说以后就不给婆婆送饭了，让婆婆你直接来我们家吃。听到前面这一句，陈婆子皱了下眉，听见后头这一句，才喜笑颜开起来。不用不用，婆婆家有饭菜。少宇的眼睛那是亮亮的。婆婆，原来娘会做这么多菜，她说今晚还要煮猪肺汤，你一定要来尝尝。哇，香的差点连舌头都吞进去了。今天周家的饭菜，周应怀看着碗里的大肠，神情微妙。这就是你今天在院子里洗的那个？洗得很干净，你尝尝看。好香，是肉。喜欢就多吃点儿，吃饱了才长个子。他看向还在纠结的少宇，吃呀。少宇狠下心，就着熟米粥吃了一口。见两个孩子吃得高兴，周应怀看着也欣慰。一抬眼，见傅青正看着自己，好像他不动筷，这个女人就要一直看呢。一顿饭的功夫，这一锅卤大肠都被消灭光了。可惜了，今天没有买点面粉回来，要不明天一早还可以做面吃，这些就可以做汤头了。两个孩子一起去洗碗，傅青则是在屋里翻箱倒柜。在找什么？针线、剪刀，我要做衣服，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我就不用了，我整天躺在床上，没必要做新衣服。先对付着吧。那就这个吧，本来就是给你选的颜色。你真要自己做衣服啊？他也不会做这个。不然呢？玉丫头的裤子都跌破了，少宇的衣服也被扯坏了，总不能让两个孩子一直做叫花子。我想着先做几件衣服，剩下来的边角料看看能不能做2双鞋，他俩都没鞋子穿了。妹子在家吗？听着门口的声音，傅青忙走出去瞧。秀芳姐。秀芳手里掐了把绿油油水灵灵的青菜。大友今天下地了，摘多了些，我们吃不完，想着给你们送一把过来。傅青知道这是我做的，你们拿去尝尝鲜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闻起来味道好香，卖相也好看。秀芳姐你拿着吧，一会儿洒出来了。秀芳姐，我也有私心，你能不能教我做衣服？我家没有针线，你还得借我针线，等我明天去了镇上再买新的线赔给你。你要做衣服呀？给我2个孩子做。你一个人怕是做不了这么多，你等着，我去拿针线来跟你一起做。小孩子的衣服啊要做大，能多穿些时日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做法。傅青在旁边学着，眼睛就没从秀芳的手上移开过。我出去抓鱼了。少宇，快带着玉儿过来，小心一会儿木头倒了伤了你们。得了，这回是真找不出来了。没伤着吧？没事没事，只是木头倒了，孩子都好好的。你有身子不方便，2个孩子又弄不了。哎呀，不成，我让大友帮忙收拾一下。刚说完这话，秀芳就跑了出去，片刻后便带着他家男人王大友回来了。王大友二话不说，撸起袖子就干。王大友动作快，一会儿就把院子里这些烂木头都拾出来了。说是烂木头，但大多都是周应怀煤炭之前做好的半成品家具，被雨水泡过，又被太阳暴晒，早就用不成了。妹子，你家砍刀呢？这些我给你批了，
做柴火也能烧一段时间。砍刀在这儿，麻烦大友兄弟进来取一下了。主屋里，周应怀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。秀芳还没来得及阻拦，王大友已经进去了。娘，我可以跟着哥哥他们一块儿去吗？去哪里？正说着，王大友和少宇出来了。少宇去拿了渔网，王大友背了竹篓，一大一小就要出门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去啊？应怀兄弟托我带着少宇去远些的河里抓些小鱼，趁着日头还早，我们快去快回啊！说罢，这一大一小的匆匆出了门。玉丫头又被晾在家里，红着眼眶，委屈可又不敢哭。玉儿，来找爹爹。周应怀把她喊了进去，也不知道跟她说了什么，片刻功夫就见玉丫头在笑了。院中，傅青学着缝了2针，针脚又粗又丑。秀芳见了，笑得直不起腰来，弄得傅青有些不好意思。见自己帮不上忙，又算着该做饭了，傅青就直接去了灶房。秀芳放下了手里的活计，来灶房里凑了个热闹。怎么了？玉丫头给你压痛了？你想方便？没事儿，我可以等少宇回来。我来就我自己可以。我是你媳妇儿，又不是外人，要不你也出去晒晒太阳？不了，我想躺着。若是男孩，可以取靖远，取宋安；若是女儿，就叫青雨或者乐安。你觉得如何？傅青愣怔片刻，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甚至没有仔细想过，肚子里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生出来长得像周应怀还是像他自己。家里2个孩子可是整个两河村里最漂亮的了。周应怀底子这么好，再有傅青不差的长相，想必孩子也一定漂亮可爱。见他不说话，周应怀以为这几个名字都没相中。你爹是秀才，你也有些学识，不如你也取上2个。那我想想吧。傅青前世确实是高学历，但取名，还是算了吧。他实在取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。你上次说过，鱼酱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，人人都能做。听你说了周饼铺子的事情，我想着他家怕是想自己做鱼酱的生意了。上次你跟我提过卖鱼的事情，那今天你先不做鱼酱了，明天你去镇上瞧一瞧。若是已经有人做了鱼酱，那你就直接卖小鱼。等会儿王大友回来，我跟他说，让他明天天不亮就带着少宇去河里抓鱼去。有他陪着少宇，我也放心一点。到时候我们2家分开卖，你觉得如何？傅青也觉得可行。他正愁着去抓鱼这个事情，如果有王大友陪着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秀芳忙活了一下午，终于是做好了一身小衣服。小丫头穿上新衣服，那是高兴得很啊，说什么都不愿意脱下来。明儿我再来做少宇的，今天啊我就先回去了。少宇跟王大友回来时，傅青的饭也做好了，鱼抓的不多，另外还有几只河蟹和一些田螺。少宇，跟着你大友说去换衣服，一会儿顺便把张婆婆接过来吃饭。饿了吧？前2天听你咳嗽了几声，声音也有些沙哑，这个汤润肺，止咳化痰，你多喝一些。这什么汤？猪肺汤。张嘴。院子里一边传出洗碗的水声，隐约还听见王大友的声音。媳妇儿，你下回跟周家媳妇儿学学做饭呗。刚才那个汤是真好喝。还有，你端到家里的那碗肉真是好吃的不得了啊。听着外头的夸赞，周应怀下意识地抬眸看了他一眼，本以为他的性子该是要得意的，没想到他神情淡然，好像根本没听见这些。你的厨艺这般好，为何以前要故意做难吃啊？懒。那现在为什么又勤快了？
想开了呗。谁不想做米虫啊？可这不勤快，他就得饿死了。等把主屋收拾干净，傅青才把王大有请了进去，让周应怀开口明天抓鱼的事情。秀芳一家走后，傅青又催着2个孩子洗漱睡觉。明天再弄吧，屋里太暗了，伤眼睛。真要不行就做个开裆的好了，反正男孩子方便。周应怀仔细听，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听见笑声，傅青转过头来，周应怀眉心一跳。不成，我穿这个像什么话？我说少宇，又没说你。再说了，我也没说要给你做衣服，我给少宇做的。真是给少宇做的？傅青低头一看，脸热了一阵。他收起布料，熄了灯，躺下睡了。周应怀依旧是把被子往他那边拽了拽。怎么了？孩子又闹腾你了？也不管傅青是个什么反应，周应怀的手直接落在了他的肚子上，抚到正在大展拳脚那一处，孩子顿时安静下来。小的这个是不闹了，但大的呢，却也没有把手收回去。家里该添置的也都添置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卖了鱼，拿了钱，先去找大夫看看身子吧。傅青摇头。少宇长大了，那一张小被子都盖不到他全身。我今天去看过被褥了，一整套下来得147文钱，鞋子也得重新买，也得花钱。肚子里这个，过几天再说吧。隔天，傅青起床时，只有穿着新衣服的玉丫头在院子里看小鸡仔，见他起来，乖巧的要给他打水洗脸。少宇出去了？天还没亮就跟大有叔出门了。少宇跟王大有就回来了。少宇小脸上难掩笑意，放下背篓，给他们看背篓里满满的小银鱼。这么多？王大有站在门口，憨厚地笑着。少宇还是小了些，背不了太多，要不我们还能再多抓一些呢。够了够了，家里做了早饭，要不你就留在我家吃。昨天是秀芳跟张婆子在，王大有才心安地留下来吃饭。今天媳妇儿丈母娘都不在，王大有还是知道避嫌的。约定好回家吃了饭就去镇上后，少宇忙洗了手，端着一碗粥先喝了。喝到一半才想起后娘的脾气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傅青一眼。你快吃吧，一会儿去镇上还得你出力呢。少宇，你来。听见周应怀喊自己，少宇忙放下筷子跑了进来。一会儿你吃了早饭，先去山里看一眼，若是有野味，顺便拿去镇上卖了，之后再带你娘去找个大夫瞧瞧肚子。少宇神色一紧，盯着傅青的肚子看了2眼，甚至都没有把粥喝完就跑了出去。小孩子脚程快，不消半个时辰就从山上回来了。他空手而归，丧气的不敢抬头。傅青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让他把背篓背起来，赶着去镇上。2人出了门，少宇问道：不等大有叔了吗？傅青一手拎着装着河蟹和田螺的竹篓，一手指着前面。你大有叔还没过来，怕是家里有事耽搁了，我们直接去他家喊人。到了张婆子家门前，正好碰上王大有、秀芳2口子出门。见他们过来，王大有忙说：对不住啊，妹子，我媳妇儿有点不舒服，耽搁了些时间，现在就去镇上，不晚吧？傅青摇头，看着秀芳苍白的脸色，忙问道：秀芳姐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跟出来的张婆子一脸担心。今儿早起来就说头晕目眩没力气，早饭刚吃没2口就都吐了，简直担心死人了。傅青哪儿还敢耽搁，赶紧喊着他们夫妻2人去镇上看病。
到了镇上，傅青让秀芳先去看病，秀芳只是摇头，非要坚持卖了小鱼再去。傅青这才想明白，怕是他们手里也没钱，都等着先卖了小鱼才能看大夫。那就先去集市吧，我们两家站远一些，分开卖。今天来的稍微晚了一些，空位置也多一些。傅青挑了个不错的位置，他们没卖过小鱼，不知道是个什么行情。傅青喊少宇先守着，自己往集市里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家卖。见不远处的摊位挤的都是人，傅青也去凑了下热闹，却突然闻见了一股熟悉的香味，是鱼酱啊！这位妹妹，你这买的是什么？好香啊！是鱼酱，这2天集市里卖的最好的，你要买就快些吧，一会儿可就抢不着了。话音刚落，里面就传出了吆喝声：1文钱3勺鱼酱，个个都有，个个都有啊！傅青一愣，这声音不就是昨天在他旁边卖小菜的那个大娘吗？果真看见昨天那位大娘正红光满面地吆喝着，旁边那个正忙着打包鱼酱的汉子，不正是他家儿子吗？傅青懊恼，早知道昨天就不该给他尝那鱼酱，他憋着一肚子气回来，喊着少宇直接把摊位跟秀芳家的摆在一起。王大有有些不好意思开口，还是秀芳说道：妹子，咱们两家还是分开更好卖一些吧。等了这么半天都没人来问，若是再挤在一块儿，怕是更没什么机会了。傅青却是十拿九稳的笑了笑：秀芳姐，你信我。刚说完，他立马喊住往前面经过的大叔：大叔，你昨天给我买的鱼酱味道怎么样？眼前的大叔疑惑地看了他2眼：我什么时候跟你买鱼酱了？傅青故意装出吃惊的模样：不是你给我买的吗？哎呦，昨天给我买鱼酱的人太多了，或许是我记错了吧。大叔果然上当。听说昨天集市上有人卖鱼酱，味道好的不得了，难道就是你卖的？难道就是你卖的？唉，昨天那大娘带着他儿子欺负我，要不是正好来了官差，我怕是都走不出集市。今天我哪里还敢卖鱼酱，只能卖些小鱼了。他语气哽咽，又拉着穿着寒酸的少宇，看起来着实可怜。大叔，你买些小鱼吧，如果你能多要些，我可以把做鱼酱的方法告诉你。哎，当真？大叔问了价钱，傅青喊价也不高，才10文钱1斤。大叔一口气买了3斤小鱼，痛痛快快的给了30文钱。人家给了钱，傅青也不藏私，把做鱼酱的方法告诉了他，又客气的请他帮忙宣传宣传。大叔乐呵呵的走了。娘，你怎么能把做鱼酱的法子告诉他呢？秀芳2口子一头雾水。什么鱼酱啊，鱼酱啊，怎么一听这个就能一口气买3斤啊？傅青把自己做鱼酱赚钱的事情告诉他们，又指了指前头最热闹的摊位。喏，我要是不说，鱼也卖不出去了。少宇气不过，这家人怎么这样？我们的鱼再卖不出去，就都得坏了。便宜一些送个菜谱，人家还觉得更划算一些。最重要的是他把菜谱传播出去，以后大家都能自己做，那一家母子的生意自然就做不下去了。秀芳2口子瞠目结舌，难怪这周家的日子突然好过起来了。原来傅青还有这手艺啊！大娘，你来瞧瞧我家小鱼。傅青又吆喝起来，还是刚才一样的话术。大娘一高兴也要买了1斤。他指了指隔壁秀芳家还没有卖出去的小鱼。大娘，你瞧这筐里的，比我那个好。你不是说送菜谱吗？我们都是一家的，菜谱一样给。大娘果真买了1斤，把钱递给秀芳。秀芳2口子傻眼了，
这么容易就赚了10文啊！旁边有人听见能送鱼酱的菜谱，立马凑过来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2筐的小鱼就都卖光了。王大有激动不已，紧紧攥着钱袋子里的那80文钱。媳妇儿，咱有钱去看大夫了。秀芳眼眶通红，父亲刚要安慰，突然有人冲过来。还真是你呀，买鱼送菜谱，你自己不做鱼酱生意，还不准别人也做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心脏的人呢？父亲冷下脸，他还没去找人算账呢，这人家反倒是欺负到他头上了。你想对我妹子干什么呀？啊！王大有身材魁梧，凶起来也格外吓人，那大娘就吓得不敢说话了。就是你欺负我娘！欺负人了，都来看看呐！欺负我老婆子老骨头啊，简直没天理呀，没有公道啊！哎呦！就这么站在那儿，冷冷地看着这老东西做戏。你们昨天才欺负过我娘，今天又在这儿唱戏，实在没天理！你喊吗？把官差大人都喊来，让里长大人评评理。几位婆婆，你们刚才一直看着的是她自己摔下去的，若是一会儿要去衙门，几位婆婆能不能帮我们做个证啊？刚才哽咽的声音变成了抽泣，叫他清瘦单薄的身体更加可怜了。我娘马上就要生了，不得已的抛头露面，只是想要养活我们兄妹几个，我不舍得她再受苦了。只要几位婆婆肯作证，我明天再抓一些鱼送给你们，可好？哎呀，这样可怜的孩子，谁不心疼啊？婆婆不要你的鱼，我给你作证。我也作证，我亲眼看见，就是她一屁股坐下去的。不止这几个婆子，旁边不少人都声讨起来。哇，秀芳2口子又看呆了。成为众矢之的的大娘见势头不对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少羽紧绷的身子顿时松懈下来。长大了。少羽稍稍低着头没说话。他们收拾了东西，王大有跟秀芳又郑重地谢了父亲，这才去看了大夫。娘，爹让我带你去看大夫。不用去，我好得很。父亲喊他把背篓背上，准备回去了。回去时，2人经过周炳铺子，见他家门前放了一块大大的招牌，少羽跟着周应怀学过2个字，认出一个鱼。难怪那天他媳妇儿要撵我走，原来是他家也要自己卖鱼酱了。人家要卖就卖，左右他们也赚不上几天钱了。少羽，一会儿你跟我上山一趟。回了家，他惦记着周应怀，先去了主屋，可半天不见他出来，父亲才站在门边喊着他。少羽应了一声，匆匆从屋里走出来，拿了砍刀，跟着父亲上了山。到了半山腰，你把这个砍下来，长一些也没事儿。这样类似的再找一个过来，弄成一对的。少羽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只听话的把树杈砍下来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爹教我做陷阱，又告诉了我2个猎物多的地方，我多做几个陷阱，明天一准有野味。父亲没仔细问，等他设好了陷阱，2人才下山。快到山脚时，听见林子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少羽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砍刀，本能地把父亲护在身后。父亲心口一滞，这孩子今天已经是第2次护着他了。周少羽，眼前的2个孩子，一个是山脚处老刘头家的孙子刘春生，一个是村里另外一家的孩子，叫王成良。知道吓着了他们，2个孩子有些不好意思。周少羽，我们摘了野果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做糖葫芦？
话是对着少宇说的，但目光又一直偷看着傅青。少宇皱了下眉，什么都没说，倒是傅青故作严厉：“才这么几个野果，够你们几个人吃？”两个孩子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低着头攥着野果，不敢说话。都摘下来，一会儿多做点儿。两个孩子这才开心起来，欢呼一声，又跑回去摘野果了。刘春生都跑到远处去了，又喊起来：“哎，周少宇，你快来呀！”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小孩子嘛，谁不喜欢交朋友啊？因为原身的原因，村里孩子都没人愿意跟少宇和玉丫头玩。现在有人肯让他们加入，少宇自然是开心的。这也是他当初让少宇把糖葫芦送给村里其他孩子的初衷。也算是做好事儿了吧。提起这个，傅青才想起自己已经有2天没看自己的功德树了。看四周无人，他进入空间，第一时间奔向了牌匾，个、十、百，387。傅青连着数了3遍，确实是387呀。他欣喜若狂，距离800功德又近了一步。展柜前又多了好些物资，傅青看了一眼，除了粮食和药物之外，还多了一些日常所需的东西，还差413点的功德啊。他这几天也没刻意的做好事儿，顶多就是给陈婆婆送了药膏和吃的，又帮着秀芳2口子赚了点钱而已。所以功德树并非一定要救人，只要行好事儿，待人善就成了。他一定能让周应怀重新站起来。几个孩子回来时，就见傅青坐在那儿傻笑。回来啦，走，我们做糖葫芦去。这么多天的相处，少宇已经知道傅青是嘴硬心软，但是另外2个孩子却有些莫名其妙。他刚才不是还凶呢吗？怎么现在又笑眯眯的了？不过嘛，既然有求于人家，2个孩子也懂事儿，一个人帮着抬一根树杈，傅青只需要甩手走路那就行了。回了家，傅青让几个孩子把野果洗了。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。周应怀看过去，皱了下眉：“你大着肚子就不要去山里捡柴火了，让少宇去捡些小的来就行。家里不是还有些木头吗？你可以先用那些。”这才不是柴火，一会儿我请王大友把这里弄一下，再把这2个树杈打磨一下，最后再绑上布条弄软和一些，到时候你也能试着自己走一走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想再站起来？周应怀紧抿着唇，不想再说这个事情了。你想一辈子都窝在床上，要一个7岁孩子帮你才可以起身方便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？周应怀，你是不是根本不行？被他这般侮辱，周应怀果真抬头怒目而视。傅青没再跟他费口舌，又拖着2根树杈出去了。等几个孩子把果子洗好，王大友果真找过来了。妹子，傅青妹子，看过大夫了？大夫怎么说？我媳妇儿有了，我要当爹了。真的？傅青也跟着高兴。恭喜大友兄弟了。主屋里，周应怀也应了一声。今天不仅赚了银子，还得了好消息。王大友呵呵直乐，也不管其他的，直接就进了主屋找周应怀说话去了。傅青跟秀芳在院子里说了好一会儿话，直到秀芳疑惑地问这些孩子为什么都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傅青才想到了正事儿。哎呦，刚才答应给他们做糖葫芦，这一高兴就忘了。秀芳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道，竟也是有些馋了。他喊了大友，说家里还有些糖，让他都拿过来。刘春生跟王成良这2个孩子听了，也往家跑。一小会儿的功夫，3个人都拿了半罐子的糖来。用不了这么多，你俩跟家里大人说了没？没说的赶紧拿回去，
免得一会儿挨骂。哎呦，你俩快拿回去，我这里的就够用了。你这么大的月份还在养家，还反过来说我呢。周应怀愣怔了一瞬，这家现在确实是靠怀孕7个月的傅青养着。应怀兄弟啊，我呢有个不情之请。周应怀稳了稳心神，大有兄弟直说，不必这样客气。王大有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娘一直看不上我，只偏心大哥。秀芳在我娘那儿一直受委屈，家里房产早没我们的份儿了。现在我想带着秀芳回两河村去。看了眼外头，王大有这个糙汉子，声音不自觉地轻柔下来。现在我媳妇儿有了身子，以后有的是要用钱的时候，我能不能跟你媳妇儿学一学怎么赚钱啊？周应怀神色讶然，王大有说道：以前听了一些有关于傅青妹子不好的，对她呢有些误解，现在才知道原来傅青妹子这般聪慧。应怀兄弟，你是没看见，她3两句话就卖出去了30文钱，不消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的鱼就都卖光了，我家足足赚了70文钱呢。除了娶媳妇儿那回以外，我这辈子手里还没捏过这么多的钱呢。周应怀稍侧脸看向门外，可他坐在床上，根本看不到外头的傅青，只能听见他跟几个孩子的说话声。既然鱼酱的菜谱传了出去，那从明天起，小鱼的需求量一定会大大增加的。明天应该能多卖一些。他才刚说完，王大有立马接话：对，傅青妹子也是这么说的，我已经跟我丈母娘说好了，明天多做2张饼子，我们直接带去镇上，就不回家吃早饭了。想想明天能赚更多的钱，王大有就兴奋得不得了。周应怀却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泼他的凉水。嗨，我们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，小鱼的钱赚不了几天的。不过倒是可以先卖着，等攒了本钱，以后也好再想其他买卖。院子里，几个孩子看着傅青跟秀芳2人做糖葫芦，跃跃欲试。少宇跟玉丫头是有经验的，傅青便喊了另外2个教了一遍，2个孩子学了一遍，也摸到了门路。4个孩子嘻嘻哈哈的闹在一起玩了。秀芳想到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这样吵着闹着的吃糖葫芦，心顿时软下来。少宇的衣服还没做呢，你把东西拿出来，我这会儿做。不用，今天日头也晚了，该做饭了。秀芳一听这话就说要回去，怎么说都不愿意留下来吃饭。对了，姐夫，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？王大有被这一声姐夫喊出了责任感，他拍着胸脯道：妹子，你直说，你既然喊我一声姐夫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傅青指了指墙边放着的2根树杈，说了下自己的想法：这个我拿家里去做，晚些给你送过来啊。傅青以为怎么着都得要2天时间，没想到才吃了晚饭，他一只袖子都还没缝好呢，王大有就把东西做好了送过来了。傅青把拐杖拿到主屋，正好周应怀喊了少宇进来，说要小姐。傅青把拐杖递给他：你要么就自己来，要么就弄身上。周应怀面色微沉：我用不着这个。他指着脚边的夜壶，示意傅青递给他，而傅青依旧保持着把拐杖递给他的动作。你能自己站起来，我再给你拿。周应怀脸上有了怒气：你在羞辱我？我要是想羞辱你，我就不会管你死活。起来，起来，周应怀，你起来！他每一声都震在周应怀的心上。周应怀不甘心地尝试了一次，腿上根本使不出任何力气。周应怀，你站起来啊！门外2个孩子听得心都揪起来了。玉丫头不安地拉着少宇的衣服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娘，为什么又变得好凶好凶？少宇紧紧抿着唇，
耳朵贴在门板上，心急得要死。屋里，父亲冷冷看着他，没有一点心软的样子。周应怀咬牙：“你出去！”“凭什么让我出去？我让你难堪了？”“周应怀，你当真要这么窝囊吗？”“你再说一遍！”“我再说几遍都是这样。”父亲直接把拐杖放在他的手边：“你要么就自己站起来，要么你就拿这个打死我！”门外2个孩子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怎么还要打死人了？“爹，谁敢过来，我就打断谁的腿！”“周应怀，你2个孩子都在这看着呢，你要么就站起来，让他们知道你这个做爹的并不窝囊，要么你就一辈子做一个摊子，让他们被人耻笑，让他们被人欺负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”“你够了！”周应怀冷喝一声，比父亲刚才的冷厉更加吓人。父亲紧握双拳，声音里有微不可察的颤抖。“那你起来啊！”周应怀看过去，见2个孩子眼中除了焦急担忧，更有被父亲说中的羞愤自卑。他窝囊吗？哼，不可能，他周应怀这辈子都不可能窝囊。他抓过拐杖，双脚虽然无力，但借着拐杖的力，还真的就撑起了身子。顿时他心中一喜。2个小的玉丫头紧紧拽着他的胳膊，而少宇则是用力扶着，用身体给他做支撑。周应怀眼眶热起来，3个人撑起了他。玉丫头高兴地拍着手：“爹爹站起来了！爹爹重新站起来了！”有人笑起来，是傅青。傅青之后又是少宇，接着是玉丫头。周应怀弯下唇角，应该也算是笑过了。这一晚上，周家4个人都睡得好晚好晚。第2天，父亲起来时，少宇已经出去了。算算时间，他们现在应该去镇上了。玉丫跑到主屋门前，偷看着周应怀。“看什么呢？”“爹爹怎么还没起？他什么时候出来？我想骑大马，想跟爹爹玩。”“你爹昨晚睡得晚，小声些，让他再睡一会儿。”“昨天哥哥也睡得晚，今天早早就起来了。爹爹是大人，怎么能贪睡？”父亲笑笑：“丫头，去拔点野草来喂鸡，一会儿娘带你去镇上。”玉丫头兴奋得不得了，撒欢地跑出家门。不过片刻，父亲就听见门口吵起来了。父亲赶紧走出去，恰好听见玉丫头在喊：“我爹真的站起来了，我没撒谎。”不远处，以虎子为首的2、3个孩子：“大家都知道你爹是个摊子，是个残废，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”“我没有。”3岁的玉丫头气得捏紧了小拳头，喊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大声：“我爹已经站起来了，他真的站起来了！”今天虎子身边有人追捧，他根本不怕，越发得意起来。“哼，你喊得再大声，你爹也是个摊子，是个废物！”玉丫头没回嘴，只是默默弯腰捡了颗石子儿，咚的一下，石子准确无误地打在了虎子的嘴上。“你敢打我！你给我等着！”都吓得四散逃开了。玉丫头追上去，咿咿呀呀的不知道骂些什么，最后才抬手擦了擦眼泪，准备回家。然而一转身，看见站在门口的父亲，顿时急了：“是他先骂我的，是他先骂人的！”见父亲走过来，以为自己要挨打，吓得转身：“打得好，等回去让你爹再教教你，下回他们再这么说，你直接打，打破天还有你爹撑着呢。”玉丫头抬着头，呆呆的，娘没骂她，没打她，还说她打得好，她
回去就要让爹爹教，立马教。父亲重新给他洗了脸，正准备去做饭，王氏又来了。他在周家吃了几回亏，这回算是长记性了，没敢靠周家太近，只在远处喊道：姓傅的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家丫头给我儿子打成这样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玉丫头有些害怕，毕竟人是自己打的，虎子他娘这么凶，会不会也敲掉他的牙？这2天村里愿意带他玩的云姐姐正在换牙，被村里孩子撵着笑话，说她缺牙疤。娘，我不想做缺牙疤。父亲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你还早着呢。有人见虎子一脸的血水，吓得赶紧问问情况。王氏好像有人撑腰一般，越骂越起劲儿。我儿子金贵宝贝的很，我都舍不得打。你家这小丫头竟然把我儿子牙都打掉了。今天这事儿你要是不给我说明白了，我跟你家没完。父亲慢悠悠走出去。哼，你想怎么没完？王氏手一摊，赔钱。赔多少？20文。好，狮子大开口啊，他还真敢喊。父亲也摊开了手。50文。这王氏被他给整不会了。什么50文？其一，你儿子带人来围攻霸凌我3岁的女儿，给我家玉丫头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阴影伤害，弄不好这病是要留一辈子的。其二，你儿子对玉丫头咒骂他爹是个摊子残废，这是对长辈不敬，对我们一家人造成了言语伤害，消磨孩子他爹的意志。这要是在别处，少了100两都不好说话。不过念着你家没什么本事，只有讹人银子这一条出路，才要你们50文。给钱！王氏恼羞成怒，指着父亲破口大骂。我儿子哪里说错了？周英怀就是个摊子，是个残废，是个废物。你要是指望他能站起来，那太阳得打西边出来。我要是你呀，我早就一碗耗子药毒死他，还省得浪费家里粮食。王氏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像是见鬼了一般，指着父亲的身后。不光是王氏，门口凑热闹的其他人也都惊愕不已。怎么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一道低沉的声音在身后传来，父亲心口一滞，回头一看，竟是周应怀出来了。他杵着拐杖，虽然吃力，但并没有昨晚那般狼狈。撞进他那双略带凉意的黑眸，父亲才回过神来，忙过去搀着他。我说呢，虎子这么小，怎么会给少的药？原来是你这个做娘的教的。王氏，教唆杀人可是连坐罪名，你担得起吗？周应怀低沉的嗓音里裹挟着莫名的压迫感，把王氏压出了一脑门的冷汗。今天你敢教唆你儿子毒害我，明天就会毒害别人。这样危险的人家，我想没人再敢跟你家来往了。最后一个字音落下，刚才心疼虎子的几个人立马远远躲开，看着王氏母子2人的目光也带着警惕和鄙夷。王氏急得到处解释，奈何根本没人想听，甚至避他如蛇蝎臭虫。玉儿，回家。周应怀冰冷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，喊着玉丫头回家。随着周家大门关上，其他人也都散开了。王氏牵着儿子，气得浑身哆嗦。门里，周应怀已经有些脱力，身子一歪，差点倒下去，这才让周应怀坐下。现在天还有些凉，你一直在屋里躺着，现在突然出来，小心染了风寒，该让你晒晒太阳了。既然你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在外头吃饭吧。耶，有我这！顺着小丫头手指的方向，周应怀终于是见着了这2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小鸡仔。耶，等你好起来，
还可以再给我抓那种漂亮的野鸡吗？就是那个尾巴长长的、五颜六色的野鸡。村里其他姨姨头上都戴着东西，只有娘没有。那个尾巴羽毛这么漂亮，娘她一定喜欢。周应怀这才留意到傅青身上一点首饰都没有。他以前倒是给傅青带过一些小玩意儿，他日日都带着。可从他瘫了之后，那些东西就逐渐的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。好，爹好了以后就去抓野鸡。玉丫头拍手叫好。她要生弟弟了，不能使劲儿，家里水都不够用。上次下山她差点摔了，哥哥脸都吓白了。娘还把家里田地都收拾干净了。昨天我跟哥哥去看，已经长了小苗苗了。玉丫头今天格外兴奋，拉着周应怀说了好多话。以前女儿被责骂虐打太多次，性格怯懦，连话都不爱说了。现在小丫头那个活泼劲儿又回来了。你喜欢她吗？玉丫头也往灶房那边看了一眼，像是仔细想过后才轻轻点了头。娘只要不凶，我就喜欢。傅青随便做了点早餐，再把桌子支到院子里来，三人就这么吃了早饭。听玉丫头说你把家里的田地都收拾出来了。傅青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点头应了一声。光是你一个人种不了什么，要么就租出去，要么就卖掉吧。傅青放下碗筷。为什么要卖了？田地就是庄稼人的命，你舍得把命交出去？你马上就要生了，使不得大力气。王大有准备分家了，到时候就住在村里。张婆子家的田地不好，种不出什么好粮食。我想着，如果你不卖，不租。傅青一口回绝，语气里半点商量都没有。玉丫头是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敢搭话。周应怀憋了半天的话到了嘴边，只剩一声叹息。你一个人就不用去折腾了。怎么是我一个人？你不是人？你指望着我？你是我男人，是我孩子的爹，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。我不指望你，能指望谁？周应怀，你能给玉丫头出气，就不能给我出气。这些天来自己受过的委屈，为这个家付出的辛苦，憋了这么久，终于寻到一个契机发泄出来。玉丫头哪敢说话呀？见她哭，周应怀手足无措，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他着实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啊！我那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周应怀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孕妇嘛，本来就心思敏感些，这会儿他又越想越觉得难受，饭也不想吃了，直接进了主屋。要说这周家有周家的热闹，村里当然也有村里的热闹了。你真看见了？周应怀真的站起来了？哎，我看得真真的，周应怀真的出门了。虽然拄着拐杖，但人家是真的能站起来了。哎呦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周应怀以前打猎回来，还会时不时的分给咱们，这样好心的人不该是摊子呀。有人庆幸，也有人疑惑。这周应怀都瘫了这么久了，怎么突然间就好起来了？也没听说他家找大夫。不说周应怀，就是他家这个媳妇儿啊，也奇怪得很。以前什么德行，村里大家伙都知道，这怎么突然变了性子了呀？怕不是被什么邪气冲着了吧？他们一家常往山上去，谁知道是不是从山里带了什么脏东西回来啊？听着人家越说越离谱，陈婆子忍不住道：他马上就生了，也想好好过日子，这才转了性子吧。陈娘娘，你跟他家走得近，你倒是说说，周家的日子怎么又突然好过起来了？我哪知道这些，我已经好几天都没去过他们家了。哦，对了，
现在跟周家走得近的是张婆子家，昨天他们一家还去周家吃饭呢，也不知道张婆子家贴补了什么好吃的，贼香。哎，我也闻见了。才不是张婆子家贴补呢。陈婆子嘟囔了一句，没再跟他们闲扯这些，拿着自己刚摘好的菜回去了。周家，周应怀这几天吃了些好，过2天小鱼肯定就不好卖了，你又要准备做什么生意？没想好。他侧眸看过去，你给我支个招。周应怀煞有介事地想了想，你除了做吃的还会做什么？这确实问住他了。穿越前，他的专业知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，好像真的除了吃，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技能了。啊，对，他有空间啊。他刚说了一个字，突然被周应怀抢了话头。我倒是有个赚钱的法子，不过需要些本钱。你若是能在8月份之前用这小买卖所赚的攒够200-300两银子，我倒是能给你支个招。200-300两银子？傅青摇头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我现在最多一天也只是赚60文钱而已。周应怀逆着他，昨天激我的时候那么厉害，今天不过区200-300两就退缩了。傅青瞪了他一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1两银子等于1500文钱，就他现在这个赚钱速度，哎呀，怕是要到天荒地老才能赚到200-300两银子了。穿越前，傅青恨不得能天天躺着，躺死过去都行啊。可做了庄稼人后，他是一天也闲不下来。趁着周应怀在外头，他把被褥都拿出来晒了，弄完之后又想去地里再看看。前几天种了些菜，再不浇水都得蔫儿了。玉丫头，你看着你爹，我去地里看看。你放着吧，等少宇回来弄。他回来以后还得上山，浇水这点小事儿，我去就行了。傅青刚出门，玉丫头就追了出来。别让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我不放心。你好好陪着他，我浇了水就回来。玉丫头只能回了家，把傅青的原话说给了周应怀。周应怀又沉默了片刻，突然问道：玉儿，爹的这副模样，你会不会觉得丢脸？玉丫头摇头，不丢脸，我爹是村里最厉害的，是这个。爹爹，娘说了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。玉丫头的声音软软糯糯的，听得人心都要化了。那你觉得我能好起来吗？玉丫头点头，眼睛不灵不灵的。能的，娘这么有本事，一定能治好你的。周应怀摸了摸她的小脸蛋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到了地里，看着绿油油的小菜秧，傅青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开心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就能吃到自家种的蔬菜啦。顺手拔掉了菜地里的野草，又沿路找了些野菜之后，傅青才拎了水来浇上，弄好之后才回了家。他前脚刚到，少宇后脚也回来了。见周应怀坐在院子里，少宇明显愣住。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人家说生病的人不能吹风，你快进屋躺着去。现在日头正好，周应怀微眯着眼睛，晒得浑身舒畅。我没事，你歇一会儿，再去山里看看有没有猎物。是不是他逼你出来的？东西都晒在外头，你喊我进去睡哪儿啊？少宇这才看见这些东西，声音一下子就弱了下来。那你怎么出来了？玉丫头拉了拉他的衣裳，跟他说着悄悄话。虽然说是悄悄话，但是声音并不小，周应怀听的是一清二楚。玉丫头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周少宇，少宇听了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们家简直欺人太甚。看了眼还在侧房里收拾的傅青，少宇更是惭愧。
他声音闷闷的。我上山去看看。我也要去。不行，我要去的林子深，危险。你在家照顾爹吧。你帮着洗菜吧。等傅青从侧房里出来，邵雨已经出门了。不见邵雨，傅青皱了下眉。他都没歇歇就走了？孩子总是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又不是拉磨的驴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周应怀又怎会不心疼？可周家这样的境遇，只能依靠着邵雨担一些责任来。玉儿，你帮着你娘一些。小孩子别来添乱，这屋里灰尘又大，你好好在外头待着就行。他想不明白，自己什么都没干，甚至没说话，怎么娘就说他添乱了？爹，玉儿是不是做错了？这个放在门口，再去打喷水的也是放在门口，这些你娘都会用得上的。玉丫头听话的照办。娘会生气吗？要是不生气的话，能不能夸夸她呀？然而傅青什么都没说啊，小丫头有些失落。傅青刚把侧房打扫出来，邵雨就回来了。哥哥！玉丫头老远就看见他手里拎着2只野兔，忙蹦蹦跳跳地跑过去。哥，你好厉害，抓了2只！门外站了好几个孩子，个个羡慕地看着邵雨手里的野兔。以前周应怀是村里每个孩子心目中的大英雄，现在他们心里的英雄成了周少宇。他竟然还会打猎啊，还一下子就打了2。周少宇也太厉害了吧！少宇脸上挂着得意，扬起手中猎物给周应怀看。周应怀虽然没说什么，但眼中全是满意之色。少宇犹豫片刻，还是拎着兔子去了灶房。傅青正在煮粥，晃眼一瞧，惊喜道：“2只！我儿子真厉害！”得了夸奖，少宇有些脸红，抿着的唇角不自觉地往上翘。鼓鼓囊囊、沉甸甸的钱袋，这是今天卖小鱼的钱，一共90文钱。傅青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多少？90文钱。最下面的小鱼我便宜卖了，如果还新鲜，大概可以卖到120文钱。好家伙！傅青打开钱袋，少宇以为他要清点子少了没有，便骨头铮铮地说道：“一个都没少，我也没私藏，全都……”看着傅青递过来的10文钱，少宇的声音戛然而止：“这是给你的，你自己装着。”我不会装。不会装就藏房里。我只是你后娘，以后你要娶媳妇儿，可得自己攒老婆本，我可没钱给你的。唰，少宇是脸红一片。我不娶老婆。那更要自己攒点养老钱。我年纪大，比你走得早。一个孩子，山上镇上2头跑，已经够累了。傅青本想让他在家里休息，自己要带玉丫头去镇上，可周应怀偏要少宇跟着。少宇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把2只野兔拴好，放进背篓里，先带着玉丫头出门等着。别哭了，再哭我就不带你去镇上了。一会儿卖了兔子，我让玉丫头去看看大夫。怎么好端端的就哭起来？饭也吃得少了。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夸了少宇，却没夸玉儿帮你打扫侧房，正是爱攀比的年纪，他自然不高兴。啊！经周应怀这么一说，傅青才想起来这事儿。他赶紧走出屋子，找到正在跟小鸡仔玩的玉丫头。丫头，你今天帮娘的忙真乖。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玉丫头头发枯黄，身子更是瘦小的像只猴。这2天养回来些了，脸上有了肉，模样也变得好看讨喜起来。丫头今天这么乖，一会儿去了镇上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刚说完这话，少宇突然来到他身边，
递给他一个鼓鼓囊囊、沉甸甸的钱袋。一家去了镇上，一路上玉丫头吵吵闹闹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一会儿问少宇镇上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热闹，一会儿又因为要卖钱而跟野兔道歉。等到了镇上，已经快到申时，集市都散了，他们只能去酒楼里问，不过价钱给的都低，还不如上次的福春酒楼呢。玉丫头一下子走这么远的路，累的是小脸红扑扑的，却一声都不闹，只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镇上的一切。娘，我们还是去福春酒楼里卖吧。不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们价钱只会开得更低，我就是背回去也不卖给他家。啊，妹子，你这是要卖兔子？这时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男人停在了背篓前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2只兔子。卖的，这不是家养的，是山里逮来的，大哥若是喜欢可以拎起来瞧瞧。你这怎么卖的呀？50文一只。父亲还是按照周应怀给的价钱，并未多喊。这2只野兔是活捉的，皮毛上一点伤都没有，做皮草的皮件帽子都不成问题。见他盯着皮毛，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父亲知道这门生意大概是成了。这样吧，1只大的搭1只小的，我算你95文，可以给你送到家去，如何？我家丫头已经累得没劲儿了，卖了我们就走。成。大抵是看他还挺着大肚子不容易，又多给了2文钱。下回若是再有野味，你可以先来我家问问要不要，也省得你啊拖家带口的到处跑了。一下子就找到了销路，且价钱也给得大方，父亲自然是高兴的。不知大哥如何称呼？啊，我是这家的管事，姓方。拿了钱，父亲第一时间带着2个孩子去了上回那家卖被褥的铺子。200文。哎，你这怎么狮子大开口啊？上回那个也才有130多文。这床被褥比上一床足足多了5寸呢，而且棉花也要更好一些。我们家1分钱1分货，买回去不吃亏的。你摸摸，软和吧？软和。看孩子多喜欢呐！买。今天统共赚了185文钱，给了少宇10文，现在又花了168文，他手里就只剩7个铜板了。既然屋子都收拾出来了，那就分床分房吧。新被褥玉儿先睡。要不再让他们2个挤一挤，等过几天我再重新买一套。今天这个被子大，3个人都睡得下。少宇长大了，再大的被子也不能跟玉儿挤一张床。你把少宇叫进来，我来跟他说。哥哥真的不跟我睡呀？我晚上害怕怎么办？丫头长大了，以后都得自己睡。等孩子睡着，他进了空间，把展柜里的东西一一看过，最终目光惊喜地落在那一处。睁开眼时，王大有已经在门口喊着他了。少宇，少宇，你起来了吗？王大有不敢拍门，只能一遍遍地在门口喊着。少宇甚至都忙不得洗把脸，赶紧出了门。父亲在王大有喊人的时候就醒了，他就想赖在床上不起来。出了主屋，就见玉丫头在那逗小鸡仔玩。丫头，新被褥睡得舒服吗？好软和，像睡在棉花上一样。今天新被褥给哥哥睡吧，我睡这个。不用，等过2天又赚了钱，我再给少宇重新买一套。可是被褥要好多好多钱，要好久好久才能买。哥哥睡不到新被褥，会不开心。不会的，我马上就给你哥做好新衣服。听见主屋里周应怀起来的动静，父亲走过去。出去坐坐。吃了早饭，盯着我看什么？我脸上还能长出花来？周应怀丝毫没有收敛目光，
反而越发张狂放肆起来。在旁边玩的玉丫头突然跑了过来，也盯着父亲的脸上。你看什么？我想看看娘脸上是不是真的有花。周应怀没忍住，竟然笑出声来。玉丫头不知道自己说的好还是不好，紧张的不得了。父亲真是被他们父女俩给气笑了。见时日还早，父亲又把没做好的衣服拿出来。就见玉丫头在那逗小鸡仔玩。丫头，新被褥睡得舒服吗？好软和，像睡在棉花上一样。今天新被褥给哥哥睡吧，我睡这个。不用，等过2天又赚了钱，我再给少宇重新买一套。可是被褥要好多好多钱，要好久好久才能买。哥哥睡不到新被褥会不开心。不会的，我马上就给你哥做好新衣服。听见主屋里周应怀起来的动静，父亲走过去。出去坐坐。吃了早饭，盯着我看什么？我脸上还能长出花来？周应怀丝毫没有收敛目光，反而越发张狂放肆起来。在旁边玩的玉丫头突然跑了过来，也盯着父亲的脸上。你看什么？我想看看娘脸上是不是真的有花。周应怀没忍住，竟然笑出声来。玉丫头不知道自己说的好还是不好，紧张的不得了。父亲真是被他们父女俩给气笑了。见时日还早，父亲又把没做好的衣服拿出来。少宇回来时，回来了，合身不？这是今天卖的钱，只有60文。父亲拿了55，给他留了5文钱。少宇没说什么，乖乖的把钱收了。少宇，换新鞋了。哥哥，你有新鞋啦？硌脚吗？不硌脚，软和轻便，好走道。谢谢娘。你给他买鞋了？可我昨天听你说回来的时候只有7个铜板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可没贪钱。这鞋子是我做好事换来的。什么好事啊？父亲正想着该找什么借口，这边少宇正好换了衣服出来，换了一身新衣裳，周少宇整个人变得好看多了，再也不是那个身着寒酸破烂走出去要被人笑话小叫花子的人了。怎么了？做得不好吗？做得很好。等着吧，明后天你的也该做好了。周应怀抿了下唇角，心底竟有些期待起来。哥，这里还有鱼。玉丫头指着背篓，少宇这才想起这事儿，刚弯腰准备把背篓提起来，只听刺啦一声，少宇的裤裆炸线了。一阵诡异的寂静后，玉丫头先喊起来：呀，哥哥的裤子破掉了！哥，你是不是使大劲儿了？你看我穿了2天都没破。说着，你瞧我怎么弄都不会破。丫头，行了。而少宇这一身却是父亲自己缝的，他知道自己做工马虎，但想着应该也能穿个好几天吧，没想到，哎呦，这才刚穿上就炸线了。快脱下来，让你娘再给你重新补一补。我之前的那双鞋呢？我上山去还是换旧鞋吧。山里都是泥土，他可舍不得弄脏新鞋。扔了？干嘛扔了呀？明明还可以再穿的。你就穿这个吧，以后坏了我再给你做新的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这一双就够穿了。他拿起工具，边朝外面跑边说道：我去山里看看。秀芳家2口子就过来了。应怀兄弟，我们说2句话就走啊。一会儿我们回去就要说分家的事情了，3-2天后才能回来。这几天就不跟少宇去抓鱼了。
说起这个事情，王大有皱着眉，言语里有些焦急。这2天集市上全是卖鱼酱和小鱼的，生意不好做，我们都剩了不少鱼，看来这门买卖是不成了。英怀兄弟啊，你给出主意，我们以后还能做点什么生意啊？周应怀倒是淡然得很。这个不急，你先回去处理家事，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。不过你既是要分家，那就不能提你去镇上做过买卖的事情。王大有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声谢过他后，才带着秀芳回去了。出了门，王大有才跟秀芳说：哎呦，还是英怀兄弟想得周到，若是让我娘知道了我们赚了点钱，肯定不同意分家，还闹死闹活的让我全补贴出来呢。秀芳心里多少有些没谱，好端端的突然说分家的事情，娘一定要闹的。到时候你站远些，也别告诉他们你有身孕的事情，你什么都别管，一切交给我来办。中午时候，云突然多起来。少爷怎么还没回来？一会儿怕是要下雨了。娘，雨伞已经被你卖掉了。什么？话刚出口，父亲才想起，原身为了1文钱，竟然把家里那把没打过的新伞卖了出去。哎呀，真是个败家娘们儿！父亲才跟玉丫头把小鸡仔挪到雨淋不着的地方，雨点已经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。糟了，少宇还在山里呢！父亲顾不得多想，赶紧出了门。月儿，快把你娘喊回来！玉丫头不明所以，也跟着跑了出去。父亲走出去一段路后，才发现玉丫头一直跟着自己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别让我喊你回家。娘，下雨路滑，我们回家吧。该死，她忘了自己肚子里还揣着一个，万一真摔了，她连看大夫的钱都没有。咬咬牙，她只能拍着陈婆子家的大门。陈大娘，能不能借我把伞？叫了好几声，陈婆子才来开了门。见他们母女站在门口，忙喊着他们先进来。陈大娘，少宇上山了，你能不能借我把伞？我去山脚等他。陈婆子脸色一变，你这娘是怎么当的？下雨了还让一个孩子上山，你大着个肚子可别摔在我家门前。你们等着吧，我去找周少宇。他把玉丫头推还给父亲，自己打着伞出去了。雨势越来越大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看不清楚陈婆子的身影了。父亲更急了，7岁孩子摔了还能爬起来，这快要60的老太太摔一下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娘，你去里头避雨。啊，爹爹会骂我的。上回爹爹就说了，未经主人允许，不能偷偷进人家房子。自从周应怀知道父亲让他们去偷东西后，带着他们训了好几回，他再也不敢进去了。父亲哑口无言，只能把玉丫头挡在身后，用自己的身体遮着，让她少淋些雨。雨下得越来越大，父亲也越来越焦躁。倏然间，像是预感到了不好的事情，他心猛地一沉。这场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等雨稍微小了一些，父亲才撵着玉丫头赶紧回家，他呢，则要赶去山脚下。让你回去就回去，不听话我揍你！玉丫头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拔腿就往家跑。下了这么大一场雨，村里的路全是烂泥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，没敢再往前去了。隐约看见前面慌慌张张的来了几个人。快，赶紧先把人送我家去。送你家有什么用啊？直接送到周家去，万一这孩子没气儿了呢？周家没气了？父亲脑袋嗡的一下，背上背着的人正是周少宇。少宇他怎么了？有你这么做人后娘的，下雨天让你个孩子上山，你是不是早就不想养他？是不是就盼着他死呢？周应华站在屋檐下，正在问玉丫头情况，突然，少宇！谁能想到周应怀竟好端端地站在这儿？别愣着，
先让少宇躺着。周应怀，你能站起来了？少宇怎么了？平日你打骂孩子就算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要孩子去送死，你自己都要做娘了，还能干出这么恶毒的事情来，你简直愧对2个孩子喊你那一声娘。父亲哑口无言，根本解释不清。他脸色苍白难看，想要进去看看，却被春生他爹给拦住了。你敢？少宇这孩子也算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，你要再敢动孩子一根汗毛，我们大伙饶不了你。父亲身子摇摇欲坠，小腹一阵阵发紧难受，他捂着肚子，连气都不好喘了。周应怀察觉不对，刘大哥，少宇到底怎么了？脚上头上都受了伤，流了好多血，头上倒是磕到的，脚上伤势不清楚怎么弄的。快扶我进去看看。陈大娘，让我看看少宇。你别添乱了。陈大娘，让我看看少宇。你别添乱了。应怀兄弟，我已经让我媳妇儿去请大夫了。是受夹。周应怀，当初可是说好了，你进山打猎可不兴整这个玩意儿。现在好了，伤了你自己儿子。不是我弄的。他眸子微冷，语气也沉了下来。我周应怀在山头上打猎从来不用这个，也没有教少宇用过这个东西。应怀兄弟都躺了半年多了，这半年里大家上山下山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，想必是才被人放上去的。说话那人急眼了。那到底是谁啊？要是不把人揪出来，还不知道下一个被夹断腿的人是谁呢。周应怀，这几天就光看你家上山下山了，是不是你媳妇儿弄的啊？我媳妇儿大着肚子，连拎桶水都费劲，还能拎着兽夹这么沉的东西爬到山里？这整个村子就只有你家打猎，不是你媳妇儿还有谁啊？难怪这些天你家日子又好过起来，肯定是他用兽夹捕了猎物去卖了钱。那人不服气地说完，周应怀一个冷眸扫过去，那人竟吓得闭了嘴。说话做事要有证据，不能张口就来。丁见父亲在外头一直跟陈婆子求情说话，春生爹把人喊了进来。进了屋里，看见少宇这般模样，父亲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兽夹是新的还是旧的？上面有锈斑吗？陈大娘，你帮我瞧着他去。却没想，一个眨眼间，父亲已经身处空间之内。他直奔展柜前，找到小续命汤的一处，挨个的看着疗效，目光落定在那一处，父亲顿时狂喜。追风散、祛风疏表、解毒定静，380功德可换取。父亲毫不犹豫点了兑换，甚至都没去想自己功德数够不够。可当那东西实实在在出现在他手上时，他差点喜极而泣，竟然还能换这个啊！毕竟是一条人命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你家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。除了春生爹，其余几个人都连声应和，如同刚才闯进周家一样，乌泱泱的又走了。算了，周应怀还在里头呢，有他在，那疯女人害不了少宇的。陈大娘，锅上有温水，你帮我打上一盆来。丫头，你去找张干净的手巾来。好孩子。刘大哥，你去帮我找些止血的草药材来，动作快一些。看着伤口干净些了，父亲拿出一个白色的瓶子，拧开瓶盖后，将里头的东西倒在少宇的伤口处。你对他做什么？我在救他。周应怀，这里好一些的大夫得去镇上找，最近得是隔壁村子的赤脚大夫，来回最快也需要2刻的时间。以少宇现在的情况，你觉得他能撑到大夫过来？周应怀面如死灰。放手！周应怀未曾放手，反而抿紧了唇线，手上加重力气。周应怀，陈大娘的脚伤也是我的要治好的，你除了相信我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闻言，赶紧混水给他喂下去。看伤口，应该是新买的兽夹，想来不会有锈斑。我不会，陈奶奶帮我弄。大夫来了。
是大夫上次给他娘开的药。我去路上迎迎大夫。如果没出这档子事儿，他的功德数马上就要到500了。现在好了啊，一夜回到了解放前。别说那小续命汤了，就连他生孩子的保障都没了。大夫来得快，给少宇看了伤势，又把了脉象。这伤已经被处理好了呀。大夫扫了他们一眼。既然已经找了其他大夫，干什么又喊我费事把一回脉呢？他竟然真救了周少宇啊！我们并未请过其他大夫，刚才是我媳妇儿清理的伤口，所以只包扎了些草药，还请大夫再给我儿子看看。伤口处理得当，不需要再重新弄了。我开个方子，你们抓2副药先吃着。这诊金不知道是多少？你家也不容易，今天看诊的费用加2副方子的钱，算你280文钱就行了。280文！周应怀握紧拳头，傅青唇线抿得紧紧的。大夫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钱去。陈婆子说完就走了，留下春生爹唉声又叹气。大夫收了钱，春生爹把人送走，回来后不解道：这大夫真有意思，非要问我刚才的止血药草都是在哪儿找的。他们村里的药草可比我们村的好找，路边全都是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陈大娘，这里头还有几十文钱，先还你，以后的我慢慢补上。陈婆子倒也没客气，拿了钱袋跟春生爹一道走了。父亲肚子里这个小的一直闹腾，他又去屋里躺下休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应怀过来了，给少宇吃的药，还有那1瓶遇血就起沫子的水，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周应怀声音冰冷极了，特别是那双眼睛，像是能透过躯体直击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父亲心虚地别开目光。都是你病了之后，我自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。原主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解释的可谓是天衣无缝，半点错处都挑不出来。那个白色的瓶子呢？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依旧沉着冷静。刚才人多，谁知道哪儿去了？周应怀眸心沉下来，连带着语气也更冷了一些。那上面的字我从未见过，瓶子的样式我也从未见过。你说说，你都是从哪儿得来的？父亲猛地抬起头，露出那张苍白疲惫的脸。世间宽广，国土辽阔，两河村没有的东西，难道别处不能有吗？难道外邦不能有吗？现在北京内乱多年，扰得我们齐国苦不堪言，谁还敢提起北京，更不敢用他们的东西。我这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东西，全用在别人身上了。刚才肚子疼都没敢让大夫瞧一眼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但他知道周应怀一直在看着他，好一会儿了，才又听见周应怀的声音：你还藏着什么？藏着不少呢，我总得为我跟肚子里的孩子做打算。父亲赌气地说完，周应怀被他这句话给气走了。他呢，干脆直接摆烂。玉丫头站在门口，几次想要开口，又不敢说。又听见门口那小小的咕噜声，父亲终于是忍不住：肚子饿了就去找你爹，找我干什么？玉丫头被吓着了，隔壁的周应怀都听见了。玉儿，过来。等孩子过来，周应怀摸着那张小脸，心疼不已。这2个孩子跟着他，什么福气都没享过，反而是受了这么多的苦。父亲在屋里越想越气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干，反倒成了他的错了。他翻身坐起来，直接出了门。他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谁放的兽夹，是谁伤了他的儿子。眼看着他出了门，周应怀脸色沉下来。以前父亲也是如此，心有不顺就打骂，打骂不成就自己跑出门，等天黑了才回来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
家里熟米吃没了，除了那些小鱼，就还剩下几个养在盆子里的河蟹跟田螺。可这些呢，玉丫头又弄不了。周应怀轻轻拍了拍玉丫头的背，去找陈奶奶。玉丫头这才出了家门。不一会儿，玉丫头又回来了。陈奶奶不在。此时，不是他们家放的兽夹还能有谁？他家图自己方便，可我们其他人呢？万一真闹出人命，到时候可就不是说理的事儿。照我说，以后就不准再有人上山打猎，咱们村附近的这几个山头都不准，咱们庄稼人就老老实实的种地，万一以后惹了什么大的野兽，那咱们村里的人都得跟着遭殃啊。我听说芙蓉山下那个连家村就是因为有猎户打了个熊瞎子，最后山里的熊瞎子全都找回来了，吃了孙子的人。哎呦，这事儿啊我也听说了。一时间聚在老刘头家里的这些人都急了眼，见陈婆子一直沉默，老刘头问道：陈婆子，你怎么想啊？他肯定是偏向周家的，问他做什么？陈婆子还没说话，立马有人嘲讽起来。陈婆子不服气，跟那人吵了起来。春生爹想了想，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就怕山里有滑坡，也瞧不出哪里有兽夹。这段时间大伙儿就先别上山了吧。大伙儿连连点头。春生爹适时说话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，咱们村里肯定是要查的。我家就在山脚下，我会多注意些这2日谁进出山里，万一这事儿真不是周家干的，咱们也不能错怪了人家。刘家门外有道身影趁着无人注意，心虚地离开了。大概是人太多太乱，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傅青上了山。他捡了根树枝，一边走一边敲，就怕误踩了兽夹。走到某一处时，还找到了那天少羽遗落在山里已经被压坏的背篓。傅青眼眶红了起来，埋怨自己就不该让少羽上山。到了那2棵枣树下，傅青打算歇歇脚，才把棍子扔在一边，砰的一声，刚才还被他拿在手里的棍子瞬间被巨物斩成了2段。他心惊肉跳，是兽夹。村里孩子时常上山摘野果，究竟是谁这么狠毒，把兽夹放在枣树之下？这哪里是捕猎啊？傅青把兽夹上面的树叶杂草抖落，这才得见全貌。如周应怀所说，东西是新的，但绝不是伤了周少羽的那一个。上面的利齿这么锋利，少羽当时得多疼啊！往四周看了看，再抬头望向山头。这半山腰能有什么好的猎物啊？他一个外行人都知道，打猎要去深山老林的。若是男人，拎着这些上山头自然不是难事，但若是个女人，先不说没力气一口气拿这么多兽夹，就是山头上的密林，他就没本事上去。所以就竟然蠢到把东西摆在了这2棵枣树下。两河村就只有周应怀一个猎户，而昨天少羽上山时还好好的，今天就出了事情，只能说明兽夹是昨天正午后才被人带上山的。既然是新东西，那也一定是才买来的。镇上只有2家打铁铺，只要把东西拿去问问，自然就知道答案了。父亲稳住心神，把兽夹一路带下了山。好在是下坡，不用费什么力气。因之前下了雨，山里还有些泥泞，他走得格外小心。就这么带下了山。老刘头家里的人都散了，一如他来的时候，这会儿也没人注意到他。倒是他已经走了好远，刘春生才指着方向告诉他爹：我刚才看见少羽的娘了。春生爹正在叮嘱他以后不能上山的事情，听见他岔开话题，根本没注意听，顿时有些恼火。好在兽夹是硬物，父亲就这么背着兽夹到了镇上，直奔那2家打铁铺子。镇上的铁器都出自这2家铺子，为了争来生意，2家都在器具上花了心思，打造的东西大不相同。父亲都不用细问，就找到了那一家。
老板，这是你家卖的售假吧？我是两河村的，家里人买过去后说根本不好用，让我过来退钱的。老板一听，顿时火大。哼哼，当初他买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，1两文钱都能跟我争论半天。哼，现在说不好使就来退钱，告诉王梅去，东西既卖出，概不退还。你刚才说是谁？王梅？不是他还有谁啊？就是你们两河村的那个活寡妇。去，别拦着我做生意啊！两河村的活寡妇，不就是虎子他娘王氏吗？老板，这样的售价他买了几个？3个，他买了3个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1个都不退，不行就让他报官去吧。傅青脸色一沉，转身便走。他走，却不是回两河村，而是直接去了衙门，要见李正大人。虎子，出来玩啊！听说周少宇的腿瘸了，走，我们看他笑话去。门外小伙伴的喊声让虎子有些高兴。啊，真瘸了，跟他爹一样是个废物了。我听我爹说的，走啊，咱们瞧瞧去。今天我娘不让我出门。哎呀，你们别瞧了，我娘不让我去。周少宇瘸了就瘸了吧，明天我再去看他。我说明天我再去笑。哪个爱欠刀的砸我家门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还没等看清楚砸门的是谁，王氏，你敢害我儿子！看清楚站在自家门前的傅青，王氏心虚，但依旧嘴硬。谁害你儿子？售家是你拎过来了，摆明了就是你自己弄上山的，是你自己家做，你做到你儿子身上了吧？活该！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？你说我害你儿子，你有证据你去报官呢。不用你说，我已经报过官了。王氏愣怔之际，晚傅青几步赶来的官差已然来到了王氏家门前。官爷，这2个东西都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这是在半山腰上2个梨子树下发现的，另外一个也是在果树下找到的。话音刚落，有人立马喊了起来：什么？梨子树下？我家程良前2天才上山摘了梨子吃啊。哎呦，我家孩子也喜欢上山摘果子玩。王氏，不是，原来是你这个爱签刀的啊！官爷，王氏已经算是故意杀人，不知按照大齐律法该当何罪？哎呦，官爷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看他们家捕猎能卖钱，我想赚些钱而已。我一个女人爬不了太高的山，所以才偷懒把售夹放在那里。我真没想到有这一茬，根本没有想要杀人的心思啊！你不是有意的，但凡是个长脑子的都知道，那地方除了人之外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山鸡野兔。因为我给孩子们做了糖葫芦，你心存记恨，分明就是冲着我家来的。他与傅青对骂，这事儿上他确实有私心。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糖葫芦，他家儿子就不能有呢？还不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，你儿子就该死，活该！官爷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他不审自招，已经亲口承认就是蓄意杀害我儿子周少宇。傅青扶着隐隐发紧的肚子，额上冷汗涔涔。周家媳妇儿啊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官差怕事情闹大，直接将王氏给带走了。周家媳妇儿，是我们冤枉了你。傅青摇头，挽下了陈婆子的搀扶，自行回了家。到了家门前，傅青轻抚着肚子：小东西，你要争气点儿，足月了再出来，要不然娘当真没钱给你请大夫。本来乖乖窝在周应怀怀里忍着饥饿感的玉丫头一下子睁圆了眼睛。爹，你要回来了。不用管，她只会做给自己吃，哪有其他人的份呢？你洗一洗，一会儿我炸了吃。以前都是少宇带着她做的，她指了指旁边：丫头，帮我生火。爹爹吃饭。他呢？我在灶房里吃。哥哥睡着了，你自己吃。爹爹，我要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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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哥哥什么时候醒？他怎么样了？娘好像肚子疼，都站不起来了。爹，娘的脸好白，出了好多汗。嘴硬强撑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这女人竟然一声不吭。应怀呀，这事儿我们确实是错怪你媳妇儿了。听说今天你媳妇儿也被吓着了，这都是庄稼人，家里也没什么好的。我家呀，这里有几个鸡蛋，你家留着，给孩子补补啊。我家这也有点儿。要不是你媳妇儿，村里头那帮孩子指不定谁受罪呢。陈普小丫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说完后摆摆手，示意小丫头赶紧回家，这才小跑着回到周应怀跟前。玉儿，把鸡蛋拿去灶房，小心一点，别碎了。爹，装里头。还是玉儿聪明，爹都没想到这个。哎，刚才陈奶奶跟你说了什么了？陈奶奶说等娘起来让我告诉她一声，说请大夫的钱不用还了。周应怀抿紧了唇线，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半夜时，傅青察觉身边有动静，吓得他猛地惊醒过来。周应怀的声音在这时候响了起来：侧房地方小，我让玉儿陪着少宇，半夜有事再来喊我。傅青没理他，接着睡自己的。今天少宇吓着你了，孩子还好吗？玉儿。他刚出生，玉丫头已经光着脚跑了进来。爹，哥哥醒了。少宇，疼不疼？不怕，娘在这儿。少宇自醒来后一直忍着没有哭，这会儿听见他这句话，竟然没出息的哭了。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哭什么？少宇顿时止住了哭声，要把眼泪憋回去。傅青简直无语，伤口还痛吗？爹，树夹在半山腰第一棵梨树下，我想着摘2个梨子，就没留意。少宇声音越来越小，但仔细一听，声音里是带着颤抖的。你娘已经报过官了，人也抓了，山里的兽夹也都找出来了。少宇，没事了。少宇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向傅青，而傅青则是看向周应怀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以后还能走路吗？少宇忍了半天，终究是怯生生地问出了这句话。周应怀知道他担心什么，尽量让语气轻松一些。你放心，不会跟爹一样的。当然不一样，少宇吃了我给的药，怎么着也不能做你这样的摊子。屋里突然就安静下来，气氛有点过于诡异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陈婆婆才擦了药，晚上立马就好了。你这点伤，多养养也就好了。丫头，回去躺着。玉丫头不明所以，但还是乖乖牵着她回了主屋。少宇声音明显抬高了一些。爹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周应怀不知道他问的是用药的事情，还是以后能不能走路的问题，只敷衍地应了一声。陈婆婆的脚伤能好得这么快，我的也能好得快。周应怀心口一滞。你信他？我信他。这一晚上又折腾到了大半夜。第二天傅青醒来时，太阳已经晒进屋里了。小丫头突然跑到他跟前来：娘，给弟弟吃。鸡蛋？你哪儿拿的？鸡蛋还是热乎的，想来是刚出锅不久。虽然这几天日子好过起来，能吃上肉，但鸡蛋他却一个都没买过呢。昨天陈奶奶他们给的。你的呢？我没吃，我真的没吃，我给娘跟弟弟留着的。
你就只煮了这一个？真的就一个。他去了隔壁，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床沿垂眸看着少宇的周应怀。你别整天在床上坐着躺着的，没事的时候还不如多下地走走。傅青有些意外，以前让他下地他还十分不愿，现在倒是答应的干脆。傅青才去了灶房，果真看见灶台上的竹篮里放了好些个鸡蛋。丫头，灶台上还有一个鸡蛋，一会儿少宇醒了，你把鸡蛋拿给他吃。哥哥也有啊。咱家那些鱼呢？爷爷说那些鱼放着就坏了，就都给刘爷爷、陈奶奶他们了。傅青点头，拿着锄头出了门。玉丫头噔噔噔的追到了大门口，偷看着，心里奇怪：爹把鱼都送人了，娘竟然不生气。大清早，各家都忙活起来了。见傅青拿着锄头下地，又有人在背后议论起来：小声点儿，不怕他听见啊？听见了就听见了呗，难道我们说两句，他又要去报官抓我们不成？为了点小事，把虎子娘弄进大牢里去，以后虎子他娘出来还怎么活呀？虎子这孩子一辈子都要被人家戳脊梁骨，都是一个村里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至于这么狠吗？一直往若未闻的傅青却在此时停下了脚步。林大嫂，林大嫂，我怎么记得你昨天在官差面前，你可是喊得最大声的，你家儿子也是第一个挨揍的。被点名的这个顿时哑口无言，憋了半天，刚要张口，又被傅青抢了话头。你儿子最喜欢追在虎子屁股后头跑了，难道给我家下耗子药的事情，你儿子也有份儿？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怕不是你们大人教的吧？哎，周家媳妇儿，你可不能乱说啊！我家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。林家嫂子灰溜溜的跑了，其他几个人见了，也都摸着鼻子低下头走了。傅青冷着脸，拿着锄头继续往地里走。口舌之争是要掉功德的，这几天吵了这么多架，他那15的功德早就扣光了吧？哎呦，简直烦死了！到了地里，见自家小菜秧又高了一截，傅青的心里这才舒服了一些。他把旁边的地又除了除，又沿路拔了些野菜，这才回了家。少宇还没醒。你叫少宇把陷阱设在哪儿？怎么走？我一会儿去山里看看。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？现在少宇受伤，家里正是要用钱的时候。若是再不去山里看看，咱们家以后吃什么？家里的砍柴刀坏了，背篓也不能用了，这些都要重新买的。不说大米白面，就连熟米也没有了。傅青语气如常，倒也没什么抱怨，只是阐述事实而已。周应怀看了眼他的肚子，皱了下眉。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我比任何人都惜命。这一点周应怀倒是举双手赞成。犹豫再三，周应怀还是把他教少宇设陷阱的位置告诉了他。又有着这次的前车之鉴，周应怀交代的格外仔细，就差亲自跟着上山了。中午随便吃了一点，傅青拿着家里趁手的工具，一个人上了山。到了山脚刘家门口，老刘头把他喊住了。周家媳妇儿啊，你干嘛去啊？去山上。别去了吧，你一个人又马上要生了，这危险得很呐。傅青闷着头往前走。家里需要钱。眼看着劝不住，老刘头只能一阵叹气。虽然有官差搜过山，但傅青总是不放心，一路上走的是小心翼翼。到了周应怀告诉他的位置，傅青隐约听见有些动静，他僵在原地不敢动。在确定那声音来自于地下之后，是蛇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？他努力回想着周应怀教给他的招式，虚张声势的唰唰比划了2下。忽然
几声微弱的声音自前头传来，傅青动作一顿，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他壮着胆子再往前走几步，竖起耳朵仔细听，里面的2只野山鸡正抬着脖子叫个不停。好家伙，野山鸡虽然不咬人，但是被爪子勾到那还是很疼的。傅青按照他的办法，轻而易举就把2只野鸡给抓了上来。他拿着自家带来的绳子拴着腿，喜滋滋地下了山。见他抓了2只这么漂亮的野山鸡，老刘头的眼睛都直了。周家媳妇儿啊，这真是你抓的？傅青只是笑了笑，谢过他后拎着山鸡走了。从周应怀瘫了以后，村里已经好久没看见这玩意儿了。哟，真好看呢。忙时上山，反而把自己送到大牢里了。周少宇家这个后娘挺着个大肚子，还抓了2只山鸡回来，嘿，可真有本事啊！嘘，小声点。不知道刚才他把林嫂子对的回家大哭一场啊。他一直没醒过吗？从昨晚后一直没醒过。傅青不免有些担心。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。啊！我操，这药这么好使的吗？本来还想再看看腿上的伤势，不想却被周应怀给拦下了。哎，刘大哥说草药3天一换，现在还未到时间呢，就这么敷着吧。昨天还给你留了个鸡蛋，我去给你热热。看着我干什么？家里没什么吃的，就还只剩下5个鸡蛋了，总不能再1人1个的吃下去吧。我去镇上把山鸡卖掉，早点回来做午饭。傅青看着周应怀，我送你回屋躺着。不是你说让我闲着没事干下来多走一走的？那你小心一些。跟周应怀交代了一声后，傅青拿着2只山鸡直接去了镇上。爹，今天大有叔他们应该就能回来了，要不以后让他陪着娘一起上山。周应怀摇头，山里只有这么点野味儿，2个人一起去还能分得到什么？再说了，村里人看见他一个大着肚子的人都能上山捕猎，你以为其他人不会动这个心思？以前他都是去深山密林里，一连待上好几天才带着大猎物回来，如今换成山鸡野兔，难免其他人也会生出打猎的心思。少宇更愁了，没了打猎这条路，他们家岂不是又吃不上饭了？哼，放心，你娘这个人点子多得很，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真跌坏脑袋了？少宇有些不好意思。爹，你最近笑得多一些了。傅青才到镇上，突然看见将一个软趴趴的孩子往麻袋里装。光天化日都敢抢小孩吗？哎呀！接着，哎呦，你们撞了我就想跑，看不见我大着肚子吗？去，少在这里闹事！哎呦，都来看看呀！他们撞了我还骂人，没天理了呀！哎呦！方家是镇上的大户人家，宅子所在之地也是镇上最好的地界。行了，赔你银子，你赶紧撒手！傅青死都不撒手，余光瞥见麻袋似乎动了动。2两银子就能赔了？我肚子里这个金贵着呢，少说也要100两。100两？姑娘，你今天就是来找事儿的吗？你可想清楚了，我们不是你能随便得罪的人。你赔我孩子！妹子，冲撞了你确实是我们不是，我跟你赔礼道歉了。不过咱们堵在人家大门口实在不像话，你看，要不我们过去去商量？傅青是油盐不进，依旧死死抓着推车让他陪孩子，唾沫星子恨不得能把这帮人淹死了。你这女人，再敢胡搅蛮缠，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傅青心里咯噔一下，余光瞥见方家大门打开，方管事神色焦急，脚步匆匆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他心中一喜，忙跻身到他跟前。方
方管事，你可还记得我？你上次给我买了野兔。方管事急着出门寻人，哪有功夫搭理他呀？偏偏傅青不识趣，非要拉他过去评理。要不是看他大着肚子，恐怕方管事早就把他推开了。这车好像就是从方家后门出来的，怕不是你们方家的人。方管事，他们撞了我，还对我口出恶言，这事你们方家可要给我一个交代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为首的站出来说道：都是些要扔掉的杂物。快把麻袋打开！这句话才说完，麻袋里突然传出小孩的哭声。小少爷，找着小少爷了！等亲眼看见方管事抱着哇哇大哭的少爷进了方家，才彻底放下心来。等门口人散了，方管事，这2只山鸡你收吗？方管事连连点头。收，只要我还是方家管事，妹子你的东西我都收。今天要不是妹子你，我家少爷怕是……方管事不必如此，我也是做娘的，最见不得这些。如今你家少爷平安就好，1只30文钱，2只60文。这个好说。不知妹子怎么称呼？你救了我家小少爷，我们夫人想见见你。方管事把他从正门请入，到了正厅时，堂上已经坐了个美貌的妇人了。原身家里也是庄稼人，不懂得大户人家的规矩。傅青呢，也没怎么学过行礼，只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，谦卑恭敬地喊了一声夫人。方夫人眼眶通红，问了些当时的情形，离开前叮嘱方管事把卖野味的钱付了。傅妹子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钱。不对，2只山鸡统共60文钱，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？60文是给你的野味钱，剩下的5两银子是我家夫人谢你的赏钱。傅妹子，你收着便是啊。傅青大脑空白了片刻，5两银子啊！他最近做买卖加起来的钱都不够1两银子的，今天这一下子就得了5两60文钱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哼！方管事拿了个钱袋子，装好之后递给他。傅青犹豫片刻，还是收了银子，连声谢过，这才离开。人走了之后，方管事又赶回去复命。钱给他了？给了。刚开始他还不要，应该也是家里日子不好过，后头才把钱收下了。他可有问什么不该问的？这倒没有，他一字未提。方夫人冷下脸，这样最好。若是方家丑事外传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要说傅青这身上揣着5两银子，他走路都有点飘了。他呢，可以去酒楼大吃大喝一顿，可以买漂亮的衣裳，还可以买发饰耳坠。这穿过来这么久，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，光吃苦了。现在不犒劳自己，还要等到何时啊？他知道这镇上最好的酒楼在哪儿，刚要朝着那边过去，他眼前是个打铁铺。妹子，想买个什么呀？你家砍柴刀怎么卖？1两20文钱。妹子，你要诚心买的，我给你算便宜一些。铁器不同于其他东西，价钱本就要贵一些，这些做的精致一些、锋利一些的都是这个价钱。这些没装刀柄的呢，能便宜一些，算你1000文钱就可以了。傅青不懂这些东西的行情，最后以800文钱的价格买了一个没装刀柄的，这才准备回家。明明说好了要去酒楼里大吃大喝的，结果这些七七八八的算下来，已经花了差不多2两银子了。东西太沉，傅青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快到正午了，才回到了两河村。
村里人见他一下子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都稀罕起来。丫头，干什么呢？我给我哥哥盖被子。我给少宇买了新的，以后你们都有新被子。玉丫头这才注意到院子里有新被篓，新被篓里有新被子。哥哥也有新被子啦。先看了眼主屋里躺着的那个，又直接去了侧房。你等着，我去烧壶水。再瞎跑。现在好了，你也病了，净给我添事儿。不是你让我闲着没事多走走吗？我让你没事多走，又不是让你半夜跑去少宇房里干坐着。不知道自己体弱吗？现在好了，少宇受伤，你又发烧，我大着肚子，家里只有一个3岁的孩子，他能干什么？上次请大夫的钱还是陈婆子垫付着，一会儿我还得还他钱，现在可好，还得再给你请一回大夫。你说你……周应怀哑然失笑，骂得这么起劲儿，怎么又不骂了？傅青心想，是他不想骂吗？啊，是功德都要扣没了。他呢，重新烧了水，又在另外一口锅里煮了些熟米粥。娘，这些够吗？这是你刚出去找的？不够，我再去找。娘，这些够吗？这是你刚出去找的，鸡蛋吃。为什么不跟爹爹一起吃啊？你爹爹生病了，怕过了病期给你，等他病好了，我们再跟他一块儿吃。你不爱吃鸡蛋？爹爹跟哥哥留着吃。怕被责骂。娘跟弟弟也吃。傅青心疼得要命，这小丫头怎么这么讨人喜欢呢？这一碟子不准剩下，都吃光，以后不准再提弟弟，听见了吗？娘生气了。哎呀，可是她声音好温柔啊。她没生气，可她说以后都不要提弟弟了。哎呀，玉丫头是搞不明白了。少宇那个用不了，我给买了新的。钱够吗？野山鸡卖30文钱，野山鸡卖30文钱的价格，那已经是往高处喊了。可就算是2只都卖出去了，也不够买一套被褥的。够了。傅青没藏私，把方家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，也没有细问过他家管事吧？这是人家私事儿，我不会问的。周应怀高看他2眼。如此甚好。怎么你也不爱吃鸡蛋？周应怀动作顿了顿。有身子的人不适合吃鹅肠草，不过鸡蛋也有营养，你马上就要生了，该是你多吃点。他竟然还懂这些啊！没什么胃口，还是有些烫手。突然，傅青脑中快速晃过什么，忙找了个借口便走开了。进入空间一看，功德430，哇，430呢！家人们谁懂啊？他昨天还是15的功德，一下子就飙升到了430，离小须命汤只差370的功德了。他给你买了新被褥，跟我的一样。他真给我买了。买了，新着呢，一个手印都没有。他哪来的钱？玉丫头比划得极其夸张。昨天下午抓了2只野山鸡，可漂亮啦！傅青来到陈婆子家门前。是不是少宇出事了？少宇没事儿，陈大娘，我来还你上次帮我垫付的枕巾。玉丫头没跟你说吗？不用你还了。拿着吧，若是小钱，我也就厚着脸皮装傻过去了。可400文不是小数目，你年纪大些，总是要留一些备用的。我没有怕你不好的意思，我是说……他好一通解释，终于是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了。陈婆子倒也没客气，把钱收了。傅青回家的时候，少宇已经坐在自己的床榻边上了。傅青突然有些想笑。
这邵雨跟周应怀是一点不像啊，不光是邵雨，就是玉丫头长得也不像周应怀。傅青泛起嘀咕，把原身的记忆翻出来，却完全没有这两个孩子生母的一点消息。哎呀，或许人家只是长得像生母而已吧。见他发呆，玉丫头小声地喊着他：娘，哥哥醒了。这可是新被褥，你要是把它弄脏了，我可是要打人的。这可是新被褥啊，他怎么舍得弄脏呢？就在这时，哥你别怕，一会儿要留下手印子了。我的手不脏，谢谢。那你就快些好起来，家里这么多活等着你干呢。邵雨抿紧了唇线，不说话了。傅妹子在家吗？门口突然响起了王大有的声音，傅青过去开了门，见果真是他们两口子。你们回来了，分家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哎呀，我娘不让，还把错处都落在了我媳妇儿身上，我还气不过，带着媳妇儿又出来了。哎呀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傅青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听说邵雨受伤了，严重吗？那个挨千刀的王氏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怎么能这么狠毒的对待一个孩子呢？周应怀的声音适时响起。大有兄弟来了，正好我有事想托你帮忙。跟傅青打了个招呼后，王大有径直去了主屋。应怀兄弟气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可是为邵雨的事情太过担心了。周应怀很应景地咳嗽了2声。夜里受了凉。我身上还有些银子，你们先留着给孩子看病啊。秀芳也没一口应下来，夫妻2人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你把我交代给王大有，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？这有什么？你还会看上王大有？我问你话呢。我不怕。傅青心里憋闷的难受，把自家媳妇这么爽快放心的交给其他男人，怕也真只有周应怀这个靠不住的摊子能干出来了。当天下午，王大有又来了一趟，点头说家里已经商量好了，他同意周应怀的要求。两边都说定了以后，周应怀确实教了他一些捕猎的技巧。若是再往高处走一些，是不是就能够捕到更大些的猎物？周应怀抬起眼眸，睨了他一眼。先慢慢学着吧，等你熟练了以后再慢慢往上去。入夜后，那王大有家，与他家不用太交心。周应怀冷不丁的一句话，弄得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为什么？你只需记得我的话就行。他家不好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教他打猎？教他你能有个照应，不教他你不见得能抢过别人。父亲更觉得莫名其妙了。哪有别人？咱们村里还有谁打猎？才放下的话，隔天就得到了印证。大清早的，村里就忙活起来了。粗略算起来，怕半个村子的男人都上山了。早起下地的傅青还以为大伙儿要去山里捡柴火，没想到便听见有人骂骂咧咧的：“哎呀，真是见了鬼了！我今天在山里转悠了1个多时辰，除了几只鸟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也不知道他们的山鸡野兔都是从哪儿抓来的。”你还看见鸟了？我可是连鸟都没见着。会不会是咱们人太多了，吓得猎物不敢出来了？我可听说这些东西胆子小得很。咱们明天悄悄的早点上山。上次他家周少宇受伤的地方在哪里啊？要不咱们明天再去那一片地方碰碰运气？傅青脸色微沉，拿着锄头赶回家。周应怀，你怎么知道全村人都上山捕猎了？周应怀眼皮子都没抬起来过。他们都当你2只山鸡就能换一套新被褥，谁不想赚这个钱？你一个怀着身孕的女子都可以，这些人还能坐得住？这么多人都去打猎，那以后我们猎什么？
周应怀倒是一点不担心。他们都是老实的庄稼人，打猎的事情一窍不通，几天没成果以后，自然就没兴趣。傅青心里还堵着昨天的事情。你把本事都交给王大友，那猎物都被他捕了，我这里还有什么？教傅青做新的陷阱，告诉他更隐秘更好的位置。我跟他说是各凭本事，但是你是我媳妇儿，家里还得靠你养我，我自然得教你点好的。隔壁玉丫头趴在床沿上。哥啊，我可以抠你脑袋上的甲壳吗？不准！别闹了！你别动，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，要不以后就不能走路了。嘘，别喊。热乎乎。哥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丫头，跟我去地里一趟。拔开小短腿，蹦蹦哒哒地跟了出去。少宇，爹，伤口疼得厉害，是没忍住尿床了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把鞋弄丢了。多大的人了，还哭成这样？你现在只需要好好养伤，尽量少下地走动，鞋子以后再买新的就是了。娘会生气的。他没生气，他没生气。如果他生气，怎么还会给你用药救你性命？那如果他生气了，又怎么会给你买新被褥？不过他说的对，你好好养伤，快些好起来，这样才能帮衬着他些。爹，我的伤要好了。少宇向来懂事，周应怀并未多想。这事万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等你的伤好了，你也得装学一段时间啊。少宇不明所以。傅青带着玉丫头到了地里，指着今早上翻过的地，把一小包菜籽交到了玉丫头手里，挨处的浇水。周家媳妇儿浇地呢。哎呀，这是自己出力的时候没人看见。周家媳妇儿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。说话的是村口李二家的媳妇儿，两家从没往来过，更加是没什么交集。李嫂子，你说。我是想问问啊，上次你那个山鸡是在哪里抓的呀？啊，那个上次我家闺女看见你拎的那2只山鸡呀，她喜欢的不得了，也闹着要一只。我这才厚着脸皮来问问，那个山鸡是在哪里抓的呀？哎呀，我哪记得在哪抓的？这东西又不是长在树头的，它有脚会跑。我就算是记得位置，它也不能一直傻傻的站那等你们抓，不是？你也是做娘的人了，最是心疼孩子，也最理解我们当娘的心情了，不是？哎呀，妹子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不记得了。见傅青油盐不进，李家媳妇儿也拉下脸来。不记得山鸡也没关系，那告诉我们哪里有野兔也成啊。狡兔三窟，狡兔三窟，我更不晓得了。哎，周家媳妇儿，你怎么听不懂话呢？我们就是问问，你这么防着我们做什么呀？都是一个村子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和睦些以后才好相处嘛。后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都是大伙的。山里的猎物大伙都有份儿，你一个人把着干什么？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左一个右一个，把他们母女2人是堵在里头。山鸡野兔都是活物，又不是我说在哪里就会在哪里的。你们猎得到那是你们的本事，猎不到也怨不得别人。傅青目光冰冷，一一扫过这些人。若是你们为了捕猎再往山上放兽夹，我一定亲手把兽夹送到你们家里去。王氏是什么下场，他就是什么下场。还有，告诉你们家男人，若是再让我知道有人打听少宇受伤位置有猎物这种话，我一样轻饶不了他。见傅青不好惹，那些女人赶紧离开。哎呀，得了得了，一会儿再让他听见，小心他拿粪瓢杵你嘴里。呸！咱们村怎么会有这种恶妇呢？
以后咱们啊少跟他家来往，山里猎物总有抓完的一天，到时候看他还得意什么。丫头，把东西收一收。娘，你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那娘，你再坐会儿，我找些野菜回去喂鸡。这里野草都被清理干净了，不如我一路走一路找，到了家里应该也有2个吃的量了。小丫头却乐意得很，一路上大家对他们母女2人避之不及，见了就远远躲开。回家后，父亲去主屋，气不过的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可是2个孩子怎么办？前头才有人愿意跟他们一块玩，现在好了，被这些女人一说，以后怕是都没有人愿意跟我家孩子一起玩了。听他说完后，更是一点担心都没有。你放心，我们家孩子多的是人巴结。倒是你不是说要做好事吗？若是问的人多了，你告诉人家也无妨。父亲看他的眼神好像是在看傻子。我是想做好事，但不是烂做好事。我做好事的前提是我能吃得起饭。我去告诉人家，那我以后上哪捕猎啊？我还怎么赚钱啊？乱世还先杀圣母呢，关键时候还得先保全自己才好。哼，你这道理倒是悟得好。王大有也上山了，打着砍柴的幌子，找到周应怀告诉他的位置，又按照周应怀教他的方法设置陷阱，弄好之后还真的砍了些柴火，这才下山。这会儿没什么农活，大伙儿一起说闲话，见他从山上下来，立马喊住他。大有，你上山只是砍柴？人家也是空手而归，只是不好意思才砍了些柴火吧。闻言，大伙儿哄笑起来，王大有也跟着笑了笑。哎，兄弟，再给你打听点事儿呗。张婆子早就提过，以后他家女儿要回来，跟女婿住在河山村里，大伙儿还调笑这是入赘上门。王大有以为他们说的是这个事儿，面上多少有些尴尬。你跟周英怀走得这么近，知道他们家捕猎都在哪处吗？王大有没想到他们竟然要问这个。秀芳早就跟他通过气，他自己也不傻，知道这事儿不能说。这我不知道。他可不管别人，掂了掂背上的柴火，就这么走了。看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，他真是不知道。周家人嘴巴这么紧，连张婆子一家都没告诉我。这可是人家的营生，哪能轻易告诉你？照我说，咱们还是种自家的田好了。你种田一年到头来手里能赚几个钱？人家2只山鸡就能换1套新被褥，你当真不心动吗？这么一问，倒是谁也不吭声了。王大有分了一半柴火给周家，剩下的自己带回去。你没吃过田螺？没有。尝尝，怎么样？若是以前，我一定要喝上2两。等你好起来，想喝多少喝多少。你有能治好我的药？周应怀目光灼灼，父亲动作明显顿了顿。现在没有，不过等我攒够了钱，我一定给你买药。怀了身子不能吃太多。闻言，周应怀把东西放下，自己也不吃了。隔壁玉丫头正拿着竹签教少宇怎么挑螺肉呢。先这样，再这样，看，这就能吃了。快尝尝，快尝尝。少宇尝了一口，确实美味啊。玉丫头咂巴着小嘴，我觉得陈奶奶做的没有娘做的好吃。我也觉得。以前后娘自己吃饱喝足懒在家里，由着2个孩子自生自灭，陈婆子把兄妹2个领进家里，吃的就是炒田螺。陈婆子那会儿也是心疼2个孩子，给他们吃的已经是弄好的螺肉，虽然好吃，但口味清淡，还有些泥土的腥味儿，不像父亲做的这么香。
娘卖田螺吧，她炒的田螺好香。冬天跟早春的田螺最肥了，现在也没几个好的。再说了，她挺着个大肚子，怎么捡田螺？弄好后还得来回的跑镇上卖去，万一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？我可以帮忙。你走2步就摔跤，哭了还得哄你，算了吧。玉丫头抱手生闷气，再也不想搭理他了。第二天，父亲起来做了早饭，叮嘱玉丫头看好家里，自己则是去了镇上，挨家的挑着布料。妹子是想做小衣裳的，这料子最合适不过了。啊，妹子慢慢挑啊，我这里好料子多的是，你买的多，我还能算你便宜一些。啊，妹子，你手上拿着的这个23文一匹，旁边那几段便宜一些，21文钱，剩下那些稍微粗一点的就更便宜，只要18文钱。掌柜的，你这要价太高了，我上次买的粗料子，人家才要10文钱一匹。不可能10文钱，咱们镇上的布庄卖价差不多都是这个价钱。妹子，你要诚心买，我可以再给你便宜一些。你要还是喊10文钱，那你再去别家看看吧。16文，16文行不行？15文，不能再少了。12文。哎，不成不成，那我真赚不到钱了，我这门面还得付租金呢。14文钱，当真不能再少了。那这个也算你便宜些，20文一匹，成不？这个17你卖吗？成，17文钱卖给你。河山村，父亲还没进村，就有人先喊开了。哎，周家媳妇儿啊，又买了3匹新布料回来，我看那料子好得不得了，还是得40-50文钱一匹呢。哟，他怎么这么有钱呢？今早又买野味了？哎，我没瞧见他上山呢，你们瞧见了？大伙儿摇头，都说没看见他上山捕猎。没准是人家上次卖野鸡剩下的钱呢。2个野山鸡才能卖几个钱呢？怕是他家半夜上山，趁着天不亮就去镇上守着卖钱了吧？还姓这样啊？哟，防谁呢？他家还真是不好相处。这边七嘴八舌的议论着，父亲已经抱着布料回了家，进门就看见少宇黑着一张脸，不知道被谁招惹了。另外几个孩子跟玉丫头蹲在水缸边玩着螃蟹，见父亲回来，那些孩子才一窝的跑了。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把螃蟹玩死了。死了就死了吧，正好一会儿做饭。他们还想玩小鸡仔，哥不让。少宇依旧冷着脸，很是不爽。要不是他看着，这些人还不得把家里的鸡都弄死啊！玉丫头自责的不行。现在好了，哥生气了，娘肯定也生气了。没关系，下次注意点就行。哥，他说没关系。少宇瞪了他一眼。有关系。父亲把布料拿进去放着，见周应怀醒着，便问了刚才的事情。今早你刚走一会儿，这些孩子就过来了，要跟玉丫头一块玩。小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，不懂得轻重而已。他们根本就是故意的，之前怎么不来找我们玩，现在又突然找过来了。找人玩为什么要弄死我的螃蟹，还想弄我家的鸡？他们分明就是故意的。行了，不就是2只螃蟹？这是2只螃蟹的事儿吗？还不是他们打听不到我们家打猎的位置，所以才把我家弄得天翻地覆的。他们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欺负我们家没人。少宇的声音都带了点哭腔，确实气得不行。丫头，以后跟他们出去玩，别在家里玩了。玉丫头没敢说话，只是乖乖的点了头。说完又跟少宇说：谁说我们家没人？你放心，没人敢欺负我们家。反正要做饭，又煮了一锅熟米粥，炒了一碟小菜。
今天父亲干脆把桌子支在了外头，大伙儿在院子里吃。今天太阳正好，不焦不燥，很舒服。愣着干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吃饭。有身子的吃不得，螃蟹性寒，你也要少吃一些。父亲哭笑不得。我让你少吃一些，不是说你一点都吃不得。吃饭。今天去镇上怎么不买些肉回来？你身子重，得多补补。家里还有鸡蛋吗？怎么不吃啊？我订了2个坛子，明天去背回来，到时候就可以腌些咸菜。他这是答非所问呐。周应怀大概猜到他手里没多少银子了。周少宇，周少宇。少宇坐直了身子，2只眼睛一直看着外头。他听出来了，在外头喊的是刘春生和王成良。玉儿，去开门，去开门。周应怀又催了一声后，玉丫头这才去开了门。喏，玉丫头，这个是还给你家的。我们刚才不小心弄死了你家的螃蟹，这些算是赔给你的。2个孩子站在门口，远远看了眼少宇。周少宇，你好好养伤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再一起玩。少宇神情有些失落，但不过片刻后恢复如常。一会儿我去问问王大友，问他明天什么时辰上山。等着吧，他会先找过来的。不大会儿的，王大友果真找过来了。哎，应怀兄弟，你们都在呢。见少宇也坐在这儿，王大友又过来问候了2句。应怀兄弟，我来问问明天什么时候上山啊？陷阱设在那儿也不会跑，你们想什么时候上山就什么时候上山。王大友一早就想好了。那还是早一些去吧。若是有猎物，我们也好早早拿去镇上卖掉，能早些回来。周应怀自然没意见，只要父亲同意就行。2家约定好了，明天一早上山后，要走时见周家水缸已经没水了，便直接拿着扁担水桶来来回回挑了好几趟，终于是把水缸给装满了。等人走了之后，父亲才去烧火温水，因为怀了身孕，拎不了太重的东西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，终于是把屋里的木盆装满了温水。把衣服脱了。周应怀全身上下是写满了拒绝啊。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大着肚子能对你做什么？快点脱衣服，一会儿水凉了。我都不害羞，你害羞个什么劲儿？我自己来。行了，大男人家的，怎么拧巴的像个女人似的？他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他不是应该害羞吗？不是拧巴的很吗？怎么脱衣服脱得这么麻利呀？怎么没有一点害臊脸红啊？还没看够。父亲从他低沉迷醉的声线中挣扎出来。啊！不是要擦身吗？来。父亲僵在那儿，脑袋是嗡的一下。这男人搞什么呀？啊，给他整不会了。怎么，刚才还挺大胆的帮我扒衣服，现在又害羞了？周应怀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胸膛上。谁害羞？谁害羞了？一会儿你可别躲。开什么玩笑？哼，他一个活了2辈子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摊子害羞呢？约莫1盏茶的功夫，父亲才红着脸从里头出来。他头晕脑胀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帮他擦身，可脑子里呢，又总是控制不住的回想刚才。娘，你不舒服啊？你也染了风寒了。 2个孩子齐声开口，瞬间把父亲的理智拉扯回来。去，都回屋等着去。2个孩子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自己哪儿招惹他了。哥，为什么娘每回屋一趟脸就红一次？他们屋里这么热吗？不知道，可能门窗紧闭，又有热水，
真的是热的吧？娘，我给你烧水。晚些再说吧。他已经没力气收拾自己了，他现在只想躺着。可屋里唯有周应怀，他现在不想进屋啊。想着等周应怀已经睡了才进屋。进来，睡觉。听见周应怀喊他睡觉，父亲口上答应着。你再不睡，明早可起不来了。我起得来。你在防着我？谁防着你？我防着你干什么？莫名其妙。你过来些，要不我没被子盖了。我明天再去买张被子来。被子不用买了，你给少宇买双鞋吧。你上次送他的那双鞋他很喜欢，前2天发现鞋丢了，他有些难过。翌日一早，父亲收拾准备妥当，等王大有过来，两人一前一后的上了山。已经过了这么几天，村里人打猎的热度早就降下来不少，这会儿坚持上山的没几个人了。应着周应怀的托付，这一路上王大有格外关照父亲。你直接走，不用管我，我要是累了我自己会歇息。王大有早就心急着要去看猎物，既然父亲这么说，他自然不会有意见。到了半山腰，父亲说：一会儿我们就在这里等，就按照说好的来，若是没猎物也不要在我深处去了。王大有满口答应，叮嘱他小心一些后，自己转身就走了。父亲先去少宇设陷阱的地方看过，没什么猎物，后头又去了周应怀告诉他的另外一个位置，扒开上头的落叶一看，陷阱下已然是2只活蹦乱跳的野兔。他费了一番功夫，把野兔装进了竹篓里，这才赶到2人约定好的位置。等了一会儿后，才见王大有喜滋滋的过来。他手里拎着2只山鸡，个头嘛，虽然不比自己当初抓的那2只，但也算是漂亮，能卖个好价钱了。王大有兴奋得不得了，2人又约着前后脚下了山，还没到山脚就遇上了别人。你们在哪儿抓的猎物？王大有，你这野鸡是在哪儿抓的？周家媳妇儿，我看看你抓了什么。周家媳妇儿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们只是看看而已。父亲没理会他们，径直往下走。人家见他不搭理，竟然还想伸手拽背篓。王大有拦了一下：大叔可不能动手啊，富妹子怀着身孕呢，一会儿人摔了咱们都负不了责。不管人家骂成什么样子，王大有充耳不闻，跟着父亲下了山。到了山脚，进了村，2人默契的没打招呼，直接回了家。收拾一番后，就这么去了镇上。父亲听着周应怀的话，没明说，只说自己挨家酒楼的去问问收不收野味儿，价钱还是跟之前那回一样，50文钱1只，2只一共就是100文钱。来镇上时，父亲就跟王大有约好，各自卖了东西各自回家，不用等着另外一个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做咸菜的，做好以后配粥吃。给我的。玉丫头穿太大，你爹穿着太小，不是给你的，是给谁的？很贵吧？没听见回答，抬头看见父亲正拿着一朵花给玉丫头别上。小丫头还因为没有新鞋穿不高兴呢，现在有了头花，觉得还是这个好。父亲进了屋，才见周应怀已经坐在床榻上。我扶你出去。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玉儿怎么样都好看，新鞋也好看。闻言，少宇脸上的笑又更灿烂了些。以后你多注意些，万一人多起来，王大有也不一定能护得住你。父亲应了一声，心里依旧有些后怕。他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周应怀要教王大有捕猎，还要跟他提这样的要求。他真的什么都预判到了。吃完了饭，父亲还想去地里看一看，玉丫头也想去。那你把篮子带上，一会儿我们顺便找些野菜回来。好。玉丫头高兴地挎着篮子，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出了门。哎，一会儿王大有可能会过来，你把门开着吧。我跟少宇都在这儿，谁敢来家里捣乱？
一会儿大友走的时候，我让他帮我带上门就行了。那成，一会儿太阳太大，你们就进屋去，别傻傻晒着。等傅青他们离开，少宇忍不住问道：爹，你怎么知道大友叔会来？他不会来。少宇更不明白了。那谁要来？周应怀没明说，只是催着他回去拿2文钱来。爹，你拿钱做什么？周应怀还是没回答，只是盯着他的脚伤，有些惊喜。已经能落地了。少宇点头，又在他面前走了好几步。虽然脚能落地，也能走几步路了，但是只能慢慢走，看起来还是有些跛脚。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，大概周应怀这一辈子都不会相信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事情。周少宇，刘春生跟王成良跑进来，见周应怀也在，这才收起了嘻嘻哈哈的样子。周叔叔，鱼我们抓来了。春生，来，这是答应给你们的报酬。2个孩子看着掌心里的1文钱，高兴得不得了。1文钱啊，他们赚了1文钱，哼，他们也可以养家糊口了。谢谢叔叔。周叔叔，以后你家想吃鱼了，只管跟我们说。周应怀点头。少宇受伤了，只能辛苦你们了。回去吧，别让爹娘担心了。少宇看了眼半飘在盆里的鱼，突然有点心疼那2文钱。你想吃鱼，等我好了给你抓不行吗？如果自己没受伤，不就能省下2文钱了？给你娘吃的。她怀着身孕，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。这段时间家里的东西都是她不能吃的，她赚了银子都补贴了家里，也不舍得买肉来。再不吃点鱼，肚子里的孩子都要长不大了。怕少宇心思敏感，也怕自己说的有歧义，周应怀又添了一句：再说了，做出来大家都能吃，也不算给他一个人的。他这个后娘不是最馋的吗？什么都能吃，这怎么现在又什么都不能吃了？他想吃鱼，那就吃吧，左右就2文钱，他过2天再赚回来。玉丫头高兴得不得了，晃着小脑袋，恨不得能全方位的把自己的头花展示给所有人看。哟，玉丫头啊，你大友叔给你买的吧？我娘买的。玉丫头拎着个小篮子，高高兴兴的。旁边那几个人咧嘴笑了一阵，又转过身去窃窃私语起来。傅青懒得搭理这些人，喊着玉丫头直接去了地里，把没忙完的活做完后，他又带着玉丫头去了山脚东面找野菜。快快快，他们母女俩上山了。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，立马有人跟了上去，来到了山脚。